可怕的大蒜第7集。图坦卡蒙的诅咒，令人难忘的爱情故事和考古噩梦。序幕，在黄昏的金色怀抱中，帝王谷静谧安详，是古代奇迹和谜团的永恒宝库。起伏的沙丘蕴藏着过去时代的遗迹，向那些敢于倾听的人低声诉说着宏伟而神秘的故事。在点缀着这片土地的沉默哨兵中，没有哪个比图坦卡蒙墓更吸引人、更诱人。Egypt， 它是埃及过去辉煌和辉煌的纪念碑。Egypt， 在这个特别的夜晚，山谷似乎屏住呼吸，期待着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乔纳森·里弗斯博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以其揭开古代世界秘密的专业知识而闻名。他站在图坦卡蒙墓的门口，在他身边，他的勇敢的探险队准备踏上穿越时空的旅程。他们手持火把和工具，决心解开隐藏在墓穴中的秘密。太阳渐渐落下，金色光芒洒满天空。瑞弗斯带领队伍走进墓穴深处，脚步声在古老的石墙上回荡，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和古迹的气息，让人感受到一种明显的期待和敬畏。火把闪烁的光芒照亮了通道，墙上刻着复杂的象形文字，这是古埃及人高超技艺的明证。每个符号似乎都在讲述一个故事，是遗失在时间之沙中的一段叙事片段，等待那些敢于深入古墓的人将其拼凑起来。随着他们进一步陷入黑暗之中，温度似乎下降了，里弗斯不禁打了个寒战。但他继续前进，他的好奇心和决心驱使着他不断前进，因为他知道图坦卡蒙墓穴内藏有解开隐藏了数千年的秘密的钥匙。最后，他们来到内室，图坦卡蒙的石棺静静地安放在那里，沐浴在火炬柔和的光芒中。石棺的金色表面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彰显着古代法老的财富和权力。一时间，里弗斯惊叹于眼前的景象，惊叹于制作石棺的工艺之精湛和复杂。然而，尽管他欣赏石棺的辉煌，但他仍无法摆脱萦绕在他意识边缘的不安感，因为他知道这座金碧辉煌的陵墓中埋葬的不仅仅是一位早已逝去的国王的遗体。图坦卡蒙的遗体中埋葬着难以想象的宝藏、文物和遗物，而这些正是解开 Egypt 图坦卡蒙过去之谜的钥匙。但还有别的东西，更黑暗、更险恶的东西潜伏在阴影中，人们给这座坟墓下了诅咒，以保护它的秘密不被窥探。里弗斯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一股邪恶的力量似乎缠绕着他，威胁着要把他卷入其中。然而，尽管周围弥漫着令人恐惧的气氛，里弗斯还是感到一股兴奋之情在血管中流淌，因为他知道他即将发现一个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的发现，这是一个解开过去谜团、揭开隐藏了数千年的秘密的机会。因此，当天空中最后一缕阳光渐渐消散，山谷陷入黑暗时，里弗斯默默发誓要解开图坦卡蒙陵墓的秘密，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因为图坦卡蒙的命运 Egypt， 甚至整个世界的命运都悬而未决，只有他掌握着揭开真相的钥匙。第1章，古老的爱情与诅咒。第1部分，图坦卡蒙的爱情故事。在埃及朦胧的阳光下，繁华的城市 Thebes 充满了生机，街道上挤满了商人、工匠和牧师，他们忙着做着日常事务。在城市的喧嚣中，在皇宫的围墙内展开了一个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将在未来的几千年里，在永恒的大厅里悄悄流传。图坦卡蒙是一位年纪轻轻就登上权力宝座的年轻法老，他站在寝宫的阳台上，俯瞰着下方的繁华都市。尽管头戴王冠，但他的心思却远离国家和统治事务。相反，他的心思都集中在那位将他的心握在纤细双手中的女子身上——安克赫纳蒙，他心爱的公主和王后。从他们在宫殿拥挤的大厅里目光交汇的那一刻起，图坦卡蒙就知道安克赫纳蒙注定是他的王后。她有着一种飘逸的美貌，乌黑的头发波浪般披散在纤细的肩膀上，眼睛里闪烁着智慧和机智。他们的求爱就像一阵旋风，他们偷偷地对视，悄悄地说话，在廷臣们窥探的目光下秘密会面。
当图坦卡蒙终于在星空下向他表白爱意时，安克赫纳蒙也热情地回应，让他心潮澎湃。他们结下了超越时空界限的友谊，这份爱如星辰般永恒。在富丽堂皇的宫殿中，图坦卡蒙和安克赫纳蒙共度的静谧时光令人陶醉，他们的笑声与大厅中回荡的音乐交织在一起。但他们的爱情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图坦卡蒙的统治处处充满挑战和危险。他父亲遗产的阴影笼罩着他，给他的统治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性的阴影。而那些潜伏在阴影中看不见也听不见的人，却试图破坏他的权威，为自己夺取王位。然而，图坦卡蒙和安克赫纳蒙始终团结一致，他们的爱情是黑暗世界中的希望之光。他们一起对抗敌人，经受住了威胁将他们分开的风暴，他们的纽带日益牢固。但即使他们的爱情之花绽放，他们的幸福也笼罩在阴影之下，这是他们无法理解的力量对他们施加的诅咒。图坦卡蒙凭借他的智慧和远见，采取措施保护他心爱的公主和他们未来的后代免受伤害。因此，在他们结合的前夜，当他们站在星空之下交换永恒忠诚的誓言时，图坦卡蒙召唤众神的力量来保护他们免受伤害。他在他们的坟墓上施了诅咒，这是一个强大的咒语，将确保他们的灵魂永远结合在一起，不受凡人的控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召唤的诅咒的真正程度，也不知道诅咒之后会引发什么样的恐怖。为了保护他们的爱情，图坦卡蒙和安克赫纳蒙无意中引发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将回荡在历史的史册中，影响埃及和居住在其境内的所有人命运。但就目前而言，图坦卡蒙和安克赫纳蒙并肩站在浩瀚的夜空之下，心与心紧紧相连，爱意无穷。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前方的黑暗，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此时此刻，他们的爱，他们的忠诚，以及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第一章：古老的爱情与诅咒。第二部分：诅咒的起源。当太阳落入地平线，天空被橙色和深红色的光芒笼罩时，图坦卡蒙和安克赫纳蒙一起站在宫殿的神圣房间里，他们心中充满了即将到来的命运的沉重。在他们周围，闪烁的火把在墙壁上投下舞动的阴影，为整个过程增添了庄严的气氛。图坦卡蒙怀着爱与责任感而生的决心，转向他心爱的公主，眼中闪烁着内心的火焰。安克赫塞纳蒙，他说道，声音中充满了国王的权威。我们站在伟大的悬崖边，但我们的道路充满危险。诸神赐予我们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爱，但即使是他们也无法保护我们免受敌人的阴谋诡计。安克赫纳蒙以坚定不移的忠诚凝视着他的爱人，看到这个有朝一日会作为法老与他一起统治的男人，他的内心充满自豪。我的主人，他回答道，声音柔和而坚定，我们团结起来比任何敢于挑战我们的敌人都强大。有你在我身边，我无所畏惧，因为我们的爱将成为指引我们穿越风暴的灯塔。于是，图坦卡蒙和安克赫纳蒙心心相印，结下了永不破裂的羁绊。他们开始编织命运之线，将他们永远绑在一起。在他们最信任的顾问的指导下，他们踏上了深入古代魔法的旅程，寻找保护他们爱情的方法，免受那些试图拆散他们的力量的伤害。在爱与生育女神伊西斯神庙的昏暗灯光下，图坦卡蒙和安克赫纳蒙跪在神圣的祭坛前，双手合十，祈求神灵保佑。在他们周围，空气中弥漫着神灵的力量，神灵的存在似乎将他们包裹在温暖的怀抱中。伟大的伊西斯，图坦卡蒙吟诵道，他的声音在神庙神圣的大厅中回荡，我们恳求您赐予我们祝福，让我们的爱永恒。保护我们免受潜伏在阴影中的邪恶的侵害，保护我们的灵魂免受伤害，从现在到永远。安克赫纳蒙也跟着他一起祈祷，他低声祈祷的声音在寂静的神庙中回荡，保佑我们吧，伊西斯，他恳求道，声音颤抖着，充满感情，赐予我们力量，让我们面对可能遇到的任何考验。我们将携手克服一切障碍，因为我们的爱是永恒的。
牢不可破的。女神伊西斯被他们真诚的恳求所感动，她俯视着这对年轻夫妇，对他们的虔诚深感感动。她挥手召唤古代诸神的力量，在图坦卡蒙和安克赫纳蒙周围织出一道保护屏障，让他们永远免受伤害。因此，当图坦卡蒙和安克赫纳蒙走出神庙，沐浴在落日的金色光芒中时，他们知道他们的爱情永远被魔法和命运的束缚所封印。但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他们所释放的力量的真正程度，也不知道随之而来的后果。为了保护他们的爱情，图坦卡蒙和安克赫纳蒙无意中引发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将在历史上产生影响，决定埃及和其境内所有居民的命运。当他们一起站在广阔的夜空下时，心中充满希望和决心。他们没有意识到前方有黑暗，正等着将他们吞没在冰冷的怀抱中。第2章，现代挖掘，第1部分，发现古墓。沙漠的烈日无情地炙烤着帝王谷，无情的阳光反射在一望无际的金色沙滩上。尽管天气闷热难耐，但聚集在此地的考古学家们却都洋溢着兴奋和期待的情绪。多年来，他们在烈日下辛勤工作，希望能够找到历史上最难寻的宝藏之一——少年法老图坦卡蒙的陵墓。带领探险队的是乔纳森·里弗斯博士，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因发现古代秘密而闻名，而他坚定不移的决心也与他不相上下。里弗斯戴着一顶宽边帽，一双锐利的蓝眼睛遮住了他的双眼，一张粗糙的脸上带着无数探险的痕迹，他带着既自豪又焦虑的心情勘察着遗址。这是他一生的工作，是多年研究、汗水和毅力的结晶。当团队安装好设备，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时，里弗斯不禁感到一阵怀旧之情。他第一次来到帝王谷时，还是一名年轻的研究生，满怀雄心壮志，梦想着发掘古埃及的奥秘。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他即将迎来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发现。工人们小心翼翼地清理碎石和沙子，一步步接近他们所期待的图坦卡蒙陵墓入口。现场一片忙碌。里弗斯在他们中间走动，鼓励他们，确保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保护遗址的完整性。沙漠有办法保守自己的秘密，但对那些不尊重沙漠的人，沙漠也可能毫不留情。到中午时分，考古队发现了一系列通往地下的台阶，随着每次新发现，他们的兴奋感与日俱增。台阶已经磨损，被数百年的沙土和碎石覆盖，但毫无疑问，它们具有重要意义。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墓地，这是一个更伟大的地方。里弗斯博士，您需要看看这个，他的一名助手喊道。她是一名年轻女子，名叫莎拉·米切尔。她很快就证明自己是团队中最有前途的成员之一。里弗斯赶紧走到莎拉站着的地方，低头看着露出的狭窄洞口。看到眼前的东西时，他的心咯噔一下。一扇密封的门，门的表面装饰着复杂的雕刻和象形文字，暗示着墓穴主人的身份。就是这个，里弗斯低声说，心中充满了敬畏和难以置信。我们找到了。团队的其他成员都围了过来，脸上洋溢着兴奋和期待。这是他们期待已久的时刻，是多年辛勤工作和奉献的结晶。里弗斯用颤抖的双手伸出手，拂去门口最后一点沙子，露出了图坦卡蒙本人的视框。椭圆形的饰带上刻有象形文字，写着国王的名字，非常显眼。现在毫无疑问，他们找到了少年国王的陵墓。一时间，整个团队都惊呆了，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和情感中。这一发现将改变历史进程，将为后世所铭记。但就在他们为胜利而欢呼的同时，他们心中仍弥漫着一种庄严和敬畏之情。他们不仅仅是发现了一座古墓，他们还踏入了过去，踏入了一位在当时备受尊敬和崇拜的国王的最后安息之地。好了，各位，里弗斯说，尽管激动不已，但他的声音依然平静而坚定。我们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地进行。这是一个极其微妙和重要的发现，我们必须尊重这座坟墓及其主人的神圣性。考古队一丝不苟地记录现场情况，
准备打开门。他们设置了摄像机记录整个过程，考古学家仔细地记录了发现的每一件文物和残骸。里弗斯监督着每一个细节，脑子里飞快地想着他们的发现意味着什么。随着时间流逝，太阳开始在天空中逐渐下沉，这一刻终于到来了。密封的门被小心地清理干净，团队准备进入陵墓。里弗斯深吸了一口气，感到历史的重量压在他身上。这就是他多年工作的顶峰，这一刻将决定他的职业生涯。里弗斯用稳定的手拿起凿子和锤子，轻轻敲击着门的边缘。千年来从未动过的古老封印开始松动，随着最后一击，门被打破了。一股沉腐的空气从墓穴中涌出，带着古老的气息和过去的低语。里弗斯慢慢推开门，门外一片漆黑，团队屏住了呼吸。他打开手电筒，光束穿透黑暗，照亮了墓穴内部。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屏住了呼吸。前厅里摆满了超乎想象的珍宝，金色雕像、精雕细琢的家具，以及大量展示图坦卡蒙统治时期辉煌和富饶的文物。一切都保存完好，没有受到时间的侵蚀。这景象既令人敬畏，又令人谦卑，证明了古埃及人的技艺和艺术。但就在他们惊叹于眼前的宝藏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却弥漫在空气中。里弗斯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感觉，他们正在侵犯神圣的东西，这座陵墓是不能被打扰的。图坦卡蒙陵墓受到诅咒的故事在他脑海中回荡，他想知道他们的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尽管心存疑虑，里弗斯还是继续前进，带领他的团队深入墓穴。他们小心翼翼地移动，记录下每一步，确保没有任何东西被打扰或损坏。当他们探索前厅及其内容时，里弗斯不禁对他们发现的巨大意义感到震惊。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发现，将永远改变他们对古埃及的理解。当他们接近陵墓的内殿时，敬畏之情与日俱增。墙壁上装饰着精美的壁画，描绘了图坦卡蒙生前和来世的旅程，色彩鲜艳，与绘画当天一样清新。墙上布满了象形文字，讲述了这位少年国王及其统治的故事。这个故事直到现在才被时间遗忘。当他们到达最后一个墓室时，里弗斯的心砰砰直跳。这是图坦卡蒙本人的墓室，入口处有一扇厚重的石门。里弗斯知道，石门后面就是这位少年国王的石棺，这是他们这次旅程的终点。怀着敬畏与忐忑，里弗斯和他的团队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露出了里面的墓室。眼前的景象令人叹为观止。图坦卡蒙的石棺位于墓室中央，金色的表面在昏暗的灯光下闪闪发光。周围还有更多的宝藏和文物，这些是数千年来未曾被打扰过的祭祀神灵的祭品。里弗斯怀着敬畏与敬畏的复杂心情走进石棺，脑子里飞速闪现着这一发现的含义。这是图坦卡蒙的最后安息之地。图坦卡蒙是一位在当时备受尊敬和崇拜的国王。墓室里弥漫着厚重的历史气息，里弗斯深感有责任纪念这位少年国王和建造这座宏伟陵墓的人。当他们记录下墓室里的东西时，里弗斯无法摆脱一种感觉，他们被监视着，过去的灵魂在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图坦卡蒙墓穴受到诅咒的故事在他脑海中回荡，他想知道他们的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尽管里弗斯心存疑虑，但他知道他们有责任揭开过去的秘密，并与世界分享。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是揭开古埃及之谜，了解图坦卡蒙的生平和遗产的机会。随着时间流逝，太阳开始升起，金色的光芒洒满山谷。里弗斯和他的团队继续工作，他们的发现令人兴奋，意义重大。他们知道全世界都在关注，等待着了解这座古墓隐藏了数千年的秘密。因此，他们怀着使命感和决心继续前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即将发现历史上最伟大的宝藏之一。但就在他们为胜利而欢呼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却弥漫在空气中，提醒他们，过去永远不会真正消失。图坦卡蒙墓穴的秘密将对所有敢于揭开他们的人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2章现代挖掘第2部分骚乱和闹鬼开始。当朝阳的金色光芒洒在帝王谷上空时，人们仍然沉浸在前一天发现的喜悦之中。乔纳森·里弗斯博士和他的团队凭借这一开创性的发现登上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图坦卡蒙的陵墓数千年来从未被触及，里面满是讲述这位少年国王生活和统治故事的宝藏。然而，当他们准备继续工作时，一种不安感开始蔓延，给他们的伟大成就蒙上了一层阴影。发掘墓室和其中无价之宝的兴奋让团队整夜未眠，但现在，在白天，他们开始意识到行动的重担。图坦卡蒙墓穴相关的古老诅咒和鬼魂故事回荡在他们脑海中，不再被视为迷信。里弗斯博士一直是理性的科学家，他不禁感到越来越恐惧。随着墓室的打开，考古队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仔细记录并移走文物，以供进一步研究。每一步都经过精心策划，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以确保他们发现的宝藏得到保存。然而，当他们开始工作时，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每一个都比上一个更令人不安。事情始于闪烁的灯光。原本用来照亮陵墓内部的强光灯开始闪烁变暗，墙壁上投下怪异的阴影。电气设备都是最先进的，经过彻底测试，但似乎莫名其妙地出现故障。里弗斯认为这只是技术故障，但随着干扰越来越频繁，他的不安感也与日俱增。萨拉，检查一下发电机，里弗斯命令道，他的声音中流露出一丝沮丧。萨拉米切尔是他团队中最可靠的成员之一，他点点头，走向墓穴外的设备设置处。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脸上带着困惑的表情。发电机没问题，里弗斯医生，他报告说一切都运转正常，灯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里弗斯皱着眉头，揉着太阳穴，试图弄清楚情况。好吧，我们继续观察。可能是高温或其他环境因素影响了设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骚乱愈演愈烈。工具不见了，却又出现在他们原本不曾出现的地方。尽管外面一直都是沙漠般的高温，但墓穴内的温度似乎波动很大。墓室里回荡着低语声，声音微弱却清晰可辨，听者不禁脊背发凉。团队成员一个接一个地开始报告自己做了奇怪的梦和令人不安的幻觉。萨拉向里弗斯吐露，他梦见一个身着古埃及服装的年轻女子，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悲伤和绝望。那个女人向他伸出手，用萨拉听不懂的语言低声说着话，但紧迫感和绝望感是显而易见的。我无法解释，里弗斯医生，莎拉颤抖着说道，感觉太真实了，好像他就在我身边。我醒来时，感觉自己被过去的某个人触碰了。里弗斯专心地听着，他自己的睡眠也受到类似梦境的困扰。在噩梦中，他看到了早已死去的人的脸，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控诉和痛苦。他看到了图坦卡蒙，一个背负着王朝重担的少年国王，以及他深爱的王后安克赫塞纳蒙，他的脸上写满了悲伤。这些画面生动逼真，令人难以忘怀，让里弗斯感到无比愧疚。尽管不安感越来越强烈，工作仍在继续。团队对宝藏进行了分类，仔细打包，准备运往博物馆进行研究和保存。然而，随着他们深入墓穴，骚乱变得越来越强烈，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种明显的恐惧感。在搬开石棺的过程中，闹鬼的真正程度才逐渐显现出来。沉重的棺盖被掀开，里面镀金的棺材露出来，一股寒意席卷了整个房间，灯光剧烈闪烁，房间陷入一片黑暗。团队陷入恐慌，他们手忙脚乱地恢复照明，手电筒发出的不稳定光束只会加剧混乱感。混乱中，里弗斯听到一个声音，一声低沉而悲哀的哀嚎，似乎是从墓穴的墙壁传来的。那是一种诉说着古老悲伤的声音，一种被埋葬了数千年的哭喊。空气变得越来越冷，里弗斯感觉到一种存在，一种有形的力量压在他身上，让他感到无比绝望。大家冷静，他大喊，试图恢复控制，现在就打开倒车灯。
莎拉和另一名团队成员戴维设法恢复了备用照明，让墓穴上方投射出微弱但稳定的光亮。闪烁停止了，但不安感仍然存在。里弗斯知道事情非常不对劲，他们打扰到了他们无法理解的力量。当他们恢复工作时，干扰变得更加险恶。阴影移动到了不该有阴影的地方，窃窃私语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迫切。团队成员开始出现身体症状，头痛、头晕，胸部有压迫感，呼吸困难。里弗斯本人也未能幸免。他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集中注意力，过去的景象困扰着他的大脑。他看到图坦卡蒙站在他孩子的尸体旁，泪流满面，诅咒任何打扰他们安息的人。他看到安克赫纳蒙的灵魂焦躁不安，饱受折磨，痛苦地向他伸出手。乔纳森，一个声音把他从沉思中惊醒。他转身看到艾米丽·卡特博士，他是团队的古语言专家，也是他的亲密同事。他脸色苍白，眼睛睁得大大的，满是恐惧。怎么了，艾米丽？他问道，尽量保持声音平稳。我一直在翻译我们在石棺上发现的铭文，他声音颤抖地说道。他们讲述了图坦卡蒙亲自下达的诅咒，这不仅仅是一个警告，更是对和平的恳求。他诅咒任何扰乱坟墓的人，但不仅仅是如此，他不顾一切地保护他的家人，让他们的灵魂安息。我想，我们需要停下来。里弗斯感到脊背一阵冰冷。他一直认为这些诅咒故事只是迷信，但现在面对眼前的证据，他无法忽视这些诅咒可能引发了某种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事件。你是建议我们放弃挖掘吗？他问道，声音几乎低于耳语。艾米丽点点头，表情严肃。我觉得我们需要考虑一下，乔纳森。不管这里发生了什么，这都不是自然的。我们需要尊重死者的意愿，不要打扰这个地方。里弗斯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应对眼前的重大决定。放弃发掘意味着留下历史宝藏，但继续发掘则意味着危及他的团队并打扰其他古代亡灵。就在他权衡选择时，另一个声音在房间里回荡，一个似乎来自四面八方，又似乎来自虚无的声音。这是一个充满悲伤和愤怒的声音，一个诉说着痛苦和失落的声音。离开这里，他低声说道，声音在房间里回荡，让我们安息，否则后果自负。队员们都僵住了，脸上写满了恐惧。里弗斯感到自己的决心动摇了，历史的重担压在他身上。他知道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而且要迅速。大家收拾东西，他说，尽管内心很混乱，但他的声音很平静。我们要走了。小队迅速行动，收拾好装备，准备离开古墓。当他们到达地面时，骚乱似乎一直跟随着他们，空气越来越冷，窃窃私语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走出墓穴后，沉重的负担一扫而空，队员们松了一口气。里弗斯回头望向墓穴入口，脑子里飞快地想着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意味着什么。乔纳森，现在怎么办？莎拉问道，声音颤抖。我们会报告调查结果并咨询当局，里弗斯回答道。我们需要确保墓穴受到保护，并尊重死者的意愿。这件事还没有结束，但我们需要谨慎行事。当他们返回营地时，里弗斯始终觉得他们只是触及了图坦卡蒙墓穴中隐藏的秘密的表面。这种萦绕心头的恐怖提醒着人们过去的力量，这种力量值得人们尊敬和敬畏。当太阳落山，在帝王谷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时，瑞弗斯知道他们的旅程还远未结束，闹鬼才刚刚开始，诅咒的真正程度尚未揭晓。第3章，解开诅咒，第1部分，愈演愈烈的闹鬼事件。沙漠的酷热已经让位于凉爽宁静的夜晚，但对于乔纳森·里弗斯博士和他的团队来说，气氛仍然充满紧张和不安。团队撤退到大本营，这是帝王谷外围的临时帐篷和设备集合。尽管暂时逃离了陵墓的束缚，但恐惧感依然挥之不去，仿佛他们打扰的古老灵魂不愿被留下。夜色渐深，
考古学家们聚集在中央帐篷里，帐篷的门帘向天上的星空敞开。灯笼的昏暗光线投下长长的影子，闪烁的火焰营造出一种近乎空灵的氛围。他们的古语言专家艾米丽·卡特博士一直在仔细研究他的笔记，试图破译图坦卡蒙墓上所受诅咒的全部内容。我们需要讨论一下今天发生的事情，乔纳森开口道，他的声音很稳定，但带着他们共同的焦虑。坟墓里的骚动声音，艾米丽，你发现了什么？艾米丽从笔记中抬起头来，脸上满是疲惫和憔悴，石棺上的铭文清晰可见。图坦卡蒙在他的坟墓上施了强大的诅咒，旨在保护他的家人，确保他们在来世安息。诅咒不仅仅是一个警告，它是一种恳求，一种阻止入侵者的绝望尝试。他们的后勤专家莎拉·米切尔脸色苍白，身体前倾。你是说我们打开坟墓释放了某种东西吗？艾米丽慢慢地点点头，是的，我想我们做到了。诅咒是最后的保护，是守护灵魂的一种方式。通过扰乱他们的安息，我们唤醒了一些古老而强大的东西。乔纳森叹了口气，揉了揉太阳穴。我们需要了解这个诅咒的全部范围，并找出减轻其影响的方法。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这支队伍的安全，以及保护这些历史文物。团队点头表示同意，但不安感显而易见。闪烁的灯笼在帆布墙上投下诡异的阴影，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种不自然的寒意。随着他们继续讨论，闹鬼事件加剧的迹象开始显现。一开始是一声低沉而悲哀的哀嚎，似乎回荡在周围的沙漠中。声音一开始很微弱，几乎被风的沙沙声淹没，但声音逐渐变大，越来越急促。队伍陷入沉默，他们的眼睛因恐惧而睁大，哀嚎变成了痛苦的哭喊，让夜晚充满了绝望的嘈杂声。那是什么？他们的设备专家戴维·福斯特低声问道，声音颤抖。艾米丽脸色铁青，是他们，那些幽灵。他们很生气。哭声越来越大，空气越来越冷，尽管沙漠炎热，但气温却迅速下降。灯笼的火焰剧烈闪烁，在墙上投下怪异飘忽的阴影。突然，帐篷门帘沙沙作响，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席卷而来，哭声似乎来自帐篷内部。大家冷静，乔纳森命令道，尽管他自己很害怕，但他的声音很坚定。我们需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当队员们挤在一起时，哭声开始变得更加清晰。用古老的语言说出的话语在帐篷里回荡，它们的含义随着时间而消失，但意图却很明确：愤怒、悲伤和对尊重的渴求。艾米丽闭上眼睛，努力集中注意力听那些话。这是古埃及语，她低声说。他们说的是法老的语言。莎拉浑身发抖，用双臂抱住自己。他们在说什么？艾米丽皱起眉头，集中注意力。他们要求我们离开，他们希望我们归还我们拿走的东西，让他们安静下来。气温持续下降，冷风吹过帐篷，灯笼熄灭，帐篷陷入黑暗。队员们摸索着寻找手电筒，光线穿透黑暗，但被监视的感觉仍然存在，周围有看不见的眼睛。乔纳森深吸一口气，试图平复自己的情绪。我们需要记录下来，如果灵魂想要交流，我们需要充分理解他们的信息。艾米丽，你能尽可能多地翻译一下吗？艾米丽点点头，双手颤抖着拿起笔记本和笔。她开始抄下这些话，思绪飞速运转，试图跟上这门古老的语言。哭声和低语声继续响起，让夜晚充满了他们令人毛骨悚然的存在。艾米丽工作的时候，团队的其他成员挤在一起，目光环视帐篷四周，仿佛期待着看到幽灵出现在他们面前。寒冷越来越强烈，被注视的感觉几乎让人无法忍受。突然，哀嚎声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令人不安的诡异寂静。队员们屏住呼吸，等待下一次显现。片刻之后，一个柔和而悲伤的声音响起，语气中充满了悲伤。归还你拿走的东西，否则将遭受我们的愤怒。那些话很清晰，
带着口音，让帐篷里的每个人都脊背发凉。那声音仿佛从四周传来回响，仿佛墙壁都在说话。乔纳森的思绪飞速运转，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与灵魂沟通，了解他们的要求，并找到一种方法来安抚他们。但该怎么做呢？艾米丽，你能试着和他们说话吗？他问道，声音紧张。艾米丽点点头，喉咙很干。她清了清嗓子，用古埃及语说话，声音颤抖着。我们听到了，我们希望了解你的信息，请告诉我们你想要什么。片刻之间，一片寂静，然后悲伤的声音回答道，语气更加坚定，把孩子们送回他们的父亲身边。只有这样，和平才能恢复。艾米丽用颤抖的声音为团队翻译了这条消息。他们希望我们将儿童木乃伊送回他们父亲的坟墓，这是恢复和平的唯一方法。乔纳森点点头，脑子飞快运转，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大卫、莎拉，开始准备设备。艾米丽，记录一切。我们必须确保严格遵循他们的指示。小队立即行动起来，任务的紧迫性让他们的恐惧感有所减弱。他们收拾好装备，返回墓穴，一路上恐惧感如潮水般涌来。当他们到达入口时，温度进一步下降，哀嚎声再次响起，夜色中充满了悲伤的哭喊声。队伍进入墓穴，手电筒在墙壁上投下怪异的阴影，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古老的力量，似乎有一股力量在压迫他们，催促他们快点行动。他们来到墓室，孩子们的石棺就放在那里。房间里弥漫着一种明显的悲伤，仿佛连石头都在为里面迷失的灵魂哭泣。乔纳森和他的团队小心翼翼地抬起石棺，动作缓慢而谨慎，仿佛任何突然的举动都会进一步激怒灵魂。当他们把石棺抬回主室时，哭声越来越大，越来越急促。空气寒冷，被人注视的感觉几乎让人无法忍受。他们把石棺放在图坦卡蒙棺材旁边，文物的金色光芒为整个场景投下温暖的光芒。艾米丽走上前来，用古埃及语颤抖着声音说道，我们已将孩子们送回他们的父亲身边，请保佑和平。片刻之间，一片寂静，然后温度开始上升，空气中令人压抑的沉重感消失了，哀嚎声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阵轻柔的，几乎令人感到舒适的微风吹过整个房间。队员们惊呆地站着，目瞪口呆，难以置信。神灵们似乎接受了他们的祭品，困扰他们多日的恐惧感开始消散。乔纳森深吸一口气，心脏砰砰乱跳。我们回营地吧，我们需要记录一切，并汇报我们的发现。当他们回到地面时，团队感到一阵轻松，闹鬼现象已经消退，鬼魂似乎也安息了。但乔纳森知道，他们的磨难还远未结束。图坦卡蒙墓的诅咒已部分解开，但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答。回到营地后，大家再次聚集在中央帐篷里，气氛轻松了一些，但仍有一丝不安。艾米丽继续抄录灵魂传来的信息，她的脑海里飞速运转着，想要了解诅咒的全部含义。这还不算什么，她若有所思地说道，神灵们明确表示要把孩子们送回来，但我们还得了解诅咒的其他部分。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揭开图坦卡蒙家族的完整故事和诅咒背后的原因。乔纳森点点头，脑子里已经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同意，我们需要谨慎和尊重地处理这件事。神灵已经给了我们警告，我们需要听从。团队花了整晚的时间记录他们的经历，新的使命感让他们的恐惧感有所缓解。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的是超出他们理解范围的力量，但他们决心揭露真相，找到保护生者和死者的方法。当第一缕曙光照亮沙漠，将金色光芒洒向帝王谷时，乔纳森和他的团队准备踏上下一站旅程。闹鬼的念头愈演愈烈，他们所扰乱的古老灵魂的力量和痛苦，但他们也提醒人们他们的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尊重和缅怀过去的必要性。当他们站在图坦卡蒙墓穴入口处时，恐惧感随着太阳的升起而消散，他们知道他们的旅程还远未结束。
诅咒已被部分解开，但仍有许多谜团有待揭开，许多秘密埋藏在时间的长河中。他们怀着新的决心，迈步前进，准备面对未来的任何挑战。过去的精神已经发出了声音，他们有责任倾听、学习并尊重前人的遗产。闹鬼事件才刚刚开始，诅咒的真正程度尚未揭晓，但随着每一步的推进，他们离理解、解开古墓中隐藏的秘密更近了一步。随着他们深入探究过去，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图坦卡蒙及其家人的灵魂正在注视着他们，指引着他们的旅程。第3章，解开诅咒，第2部分，历史研究。沙漠的酷热已经让位于凉爽宁静的夜晚，但对于乔纳森·里弗斯博士和他的团队来说，气氛仍然充满紧张和不安。团队撤退到大本营，这是帝王谷外围的临时帐篷和设备集合。尽管暂时逃离了陵墓的束缚，但恐惧感依然挥之不去，仿佛他们打扰的古老灵魂不愿被留下。夜色渐深，考古学家们聚集在中央帐篷里，帐篷的门帘向天上的星空敞开。灯笼的昏暗光线投下长长的影子，闪烁的火焰营造出一种近乎空灵的氛围。他们的古语言专家艾米丽·卡特博士一直在仔细研究他的笔记，试图破译图坦卡蒙墓上所受诅咒的全部内容。我们需要讨论一下今天发生的事情，乔纳森开口道，他的声音很稳定，但带着他们共同的焦虑，坟墓里的骚动声音。艾米丽，你发现了什么？艾米丽从笔记中抬起头来，脸上满是疲惫和憔悴，石棺上的铭文清晰可见。图坦卡蒙在他的坟墓上施了强大的诅咒，旨在保护他的家人，确保他们在来世安息。诅咒不仅仅是一个警告，它是一种恳求，一种阻止入侵者的绝望尝试。他们的后勤专家莎拉·米切尔脸色苍白，身体前倾。你是说我们打开坟墓释放了某种东西吗？艾米丽慢慢地点点头，是的，我想我们做到了。诅咒是最后的保护，是守护灵魂的一种方式。通过扰乱他们的安息，我们唤醒了一些古老而强大的东西。乔纳森叹了口气，揉了揉太阳穴。我们需要了解这个诅咒的全部范围，并找出减轻其影响的方法。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这支队伍的安全，以及保护这些历史文物。团队点头表示同意，但不安感显而易见。闪烁的灯笼在帆布墙上投下诡异的阴影，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种不自然的寒意。随着他们继续讨论，闹鬼事件加剧的迹象开始显现。一开始是一声低沉而悲哀的哀嚎，似乎回荡在周围的沙漠中。声音一开始很微弱，几乎被风的沙沙声淹没，但声音逐渐变大，越来越急促。队伍陷入沉默，他们的眼睛因恐惧而睁大，哀嚎变成了痛苦的哭喊，让夜晚充满了绝望的嘈杂声。那是什么？他们的设备专家戴维·福斯特低声问道，声音颤抖。艾米丽脸色铁青，是他们，那些幽灵。他们很生气。哭声越来越大，空气越来越冷，尽管沙漠炎热，但气温却迅速下降。灯笼的火焰剧烈闪烁，在墙上投下怪异飘忽的阴影。突然，帐篷门帘沙沙作响，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席卷而来，哭声似乎来自帐篷内部。大家冷静，乔纳森命令道，尽管他自己很害怕，但他的声音很坚定。我们需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当队员们挤在一起时，哭声开始变得更加清晰。用古老的语言说出的话语在帐篷里回荡，它们的含义随着时间而消失，但意图却很明确：愤怒、悲伤和对尊重的渴求。艾米丽闭上眼睛，努力集中注意力听那些话，这是古埃及语，她低声说。他们说的是法老的语言。莎拉浑身发抖，用双臂抱住自己。他们在说什么？艾米丽皱起眉头，集中注意力。他们要求我们离开，他们希望我们归还我们拿走的东西，让他们安静下来。气温持续下降，冷风吹过帐篷，灯笼熄灭，帐篷陷入黑暗。队员们摸索着寻找手电筒，光
光线穿透黑暗，但被监视的感觉仍然存在，周围有看不见的眼睛。乔纳森深吸一口气，试图平复自己的情绪。我们需要记录下来。如果灵魂想要交流，我们需要充分理解他们的信息。艾米丽，你能尽可能多地翻译一下吗？艾米丽点点头，双手颤抖着拿起笔记本和笔。她开始抄下这些话，思绪飞速运转，试图跟上这门古老的语言。哭声和低语声继续响起，让夜晚充满了他们令人毛骨悚然的存在。艾米丽工作的时候，团队的其他成员挤在一起，目光环视帐篷四周，仿佛期待着看到幽灵出现在他们面前。寒冷越来越强烈，被注视的感觉几乎让人无法忍受。突然，哀嚎声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令人不安的诡异寂静。队员们屏住呼吸，等待下一次显现。片刻之后，一个柔和而悲伤的声音响起，语气中充满了悲伤。归还你拿走的东西，否则将遭受我们的愤怒。那些话很清晰，带着口音，让帐篷里的每个人都脊背发凉。那声音仿佛从四周传来回响，仿佛墙壁都在说话。乔纳森的思绪飞速运转，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与灵魂沟通，了解他们的要求，并找到一种方法来安抚他们。但该怎么做呢？艾米丽，你能试着和他们说话吗？他问道，声音紧张。艾米丽点点头，喉咙很干。她清了清嗓子，用古埃及语说话，声音颤抖着。我们听到了，我们希望了解你的信息，请告诉我们你想要什么。片刻之间，一片寂静。然后，悲伤的声音回答道，语气更加坚定，把孩子们送回他们的父亲身边。只有这样，和平才能恢复。艾米丽用颤抖的声音为团队翻译了这条消息。他们希望我们将儿童木乃伊送回他们父亲的坟墓，这是恢复和平的唯一方法。乔纳森点点头，脑子飞快运转，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大卫、莎拉，开始准备设备。艾米丽，记录一切。我们必须确保严格遵循他们的指示。小队立即行动起来，任务的紧迫性让他们的恐惧感有所减弱。他们收拾好装备，返回墓穴，一路上，恐惧感如潮水般涌来。当他们到达入口时，温度进一步下降，哀嚎声再次响起，夜色中充满了悲伤的哭喊声。队伍进入墓穴，手电筒在墙壁上投下怪异的阴影。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古老的力量，似乎有一股力量在压迫他们，催促他们快点行动。他们来到墓室，孩子们的石棺就放在那里。房间里弥漫着一种明显的悲伤，仿佛连石头都在为里面迷失的灵魂哭泣。乔纳森和他的团队小心翼翼地抬起石棺，动作缓慢而谨慎，仿佛任何突然的举动都会进一步激怒灵魂。当他们把石棺抬回主室时，哭声越来越大，越来越急促。空气寒冷，被人注视的感觉几乎让人无法忍受。他们把石棺放在图坦卡蒙棺材旁边，文物的金色光芒为整个场景投下温暖的光芒。艾米丽走上前来，用古埃及语颤抖着声音说道：“我们已将孩子们送回他们的父亲身边，请保佑和平。”片刻之间，一片寂静。然后温度开始上升，空气中令人压抑的沉重感消失了，哀嚎声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阵轻柔的，几乎令人感到舒适的微风吹过整个房间。队员们惊呆地站着，目瞪口呆，难以置信。神灵们似乎接受了他们的祭品，困扰他们多日的恐惧感开始消散。乔纳森深吸一口气，心脏砰砰乱跳。我们回营地吧。我们需要记录一切，并汇报我们的发现。当他们回到地面时，团队感到一阵轻松，闹鬼现象已经消退，鬼魂似乎也安息了。但乔纳森知道，他们的磨难还远未结束。图坦卡蒙墓的诅咒已部分解开，但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答。回到营地后，大家再次聚集在中央帐篷里，气氛轻松了一些，但仍有一丝不安。艾米丽继续抄录灵魂传来的信息，她的脑海里飞速运转着，想要了解诅咒的全部含义。
这还不算什么，他若有所思地说道，神灵们明确表示要把孩子们送回来，但我们还得了解诅咒的其他部分。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揭开图坦卡蒙家族的完整故事和诅咒背后的原因。乔纳森点点头，脑子里已经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同意。我们需要谨慎和尊重地处理这件事。神灵已经给了我们警告，我们需要听从。团队花了整晚的时间记录他们的经历，新的使命感让他们的恐惧感有所缓解。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的是超出他们理解范围的力量，但他们决心揭露真相，找到保护生者和死者的方法。当第一缕曙光照亮沙漠，将金色光芒洒向帝王谷时，乔纳森和他的团队准备踏上下一站旅程。鬼魂的威胁愈演愈烈，揭示了恶魔的力量和他们所扰乱的古老灵魂的痛苦，但他们也提醒人们他们的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尊重和缅怀过去的必要性。当他们站在图坦卡蒙墓穴入口处时，恐惧感随着太阳的升起而消散，他们知道他们的旅程还远未结束。诅咒已被部分解开，但仍有许多谜团有待揭开，许多秘密埋藏在时间的长河中。他们怀着新的决心，迈步前进，准备面对未来的任何挑战。过去的精神已经发出了声音，他们有责任倾听、学习并尊重前人的遗产。闹鬼事件才刚刚开始，诅咒的真正程度尚未揭晓，但随着每一步的推进，他们离理解、解开古墓中隐藏的秘密更近了一步。随着他们深入探究过去，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图坦卡蒙及其家人的灵魂正在注视着他们，指引着他们的旅程。团队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埋头研究，仔细查阅古代文献和历史记录。他们联系了世界各地的专家，寻求可以帮助他们理解诅咒的见解和信息。艾米丽不知疲倦地工作，翻译铭文和文件，她对古代语言的了解被证明是无价之宝。他们发现，诅咒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警告，它是一套复杂的仪式和祈祷，旨在保护死者的灵魂，确保他们安全进入来世。碑文提到了强大的咒语和仪式，以及用来守护坟墓和坟墓主人的神灵和精灵。一份特别的文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是一份古代卷轴的残片，藏在开罗博物馆的档案深处。卷轴详细记载了图坦卡蒙孩子们的生死，描述了这位年轻的法老和他的王后的悲伤和悲痛。他讲述了他们为了保护家人而做出的绝望尝试，讲述了一个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爱而施下的诅咒。随着他们深入研究，他们开始明白诅咒的真正本质。这是一种束缚咒语，旨在将图坦卡蒙家族的灵魂聚集在一起，以防止他们在来世分离。孩子们的灵魂注定要留在他们的父亲身边，在他面前找到安宁。但事情出了问题，古墓的扰动打破了微妙的平衡，释放了幽灵，并引发了困扰团队的鬼魂。幽灵迷失了方向，他们的平静被打破了，他们在痛苦中肆意发泄。乔纳森和他的团队意识到，他们需要恢复平衡，让灵魂重新团聚，确保他们安全进入来世。他们需要举行一个仪式，一个可以安抚灵魂并让坟墓恢复平静的仪式。仪式的准备工作非常细致，他们咨询了古埃及宗教和魔法专家，寻求有关正确程序和祈祷的指导。他们收集了必要的材料，食物和饮料、圣油和香，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团队不知疲倦地工作，他们决心终结闹鬼事件，并纪念图坦卡蒙及其家人的遗产。他们排练仪式，确保每个步骤都准确无误，每个字都说得正确。随着仪式日期的临近，紧张的气氛也愈发浓烈。闹鬼的现象已经消退，但不安感依然存在。鬼魂们注视着，等待着，他们的存在不断提醒着人们其中的利害关系。仪式当晚，团队聚集在墓室，气氛充满期待。闪烁的火炬光在墙壁上投下怪异的阴影，空气中弥漫着香火的气味。乔纳森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开始念咒语时，心脏砰砰跳动。仪式的话语从他的嘴里流淌出来，混合着古埃及语和神圣的祈祷。
团队跟随他的带领，他们的声音一起唱出和谐的圣歌。他们献上祭品，虔诚地将它们放在石棺前，并用圣油涂抹木乃伊。随着仪式的进行，室内的温度开始上升，一股温暖、舒适的微风吹过房间，恐惧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平静和安宁的感觉。灵魂似乎做出了回应，他们的存在不再那么压抑，而是更加包容。乔纳森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众神的反应让他信心倍增。他呼唤诸神，祈求他们的庇护和指引，祈求他们保佑图坦卡蒙家族的灵魂团聚。随着仪式的最后一句话落下，房间里陷入了深深的寂静，空气静止，气氛中洋溢着一种完成的感觉。团队屏住呼吸，等待着他们的努力取得成功的迹象。然后，慢慢的，一道柔和的金色光芒开始从石棺中散发出来，它变得越来越亮，整个石棺内充满了温暖而明亮的光芒。和平的感觉显而易见，团队感到一阵轻松。神灵接受了他们的供奉，图坦卡蒙家族的灵魂重聚了，他们恢复了平静，诅咒被解除了，闹鬼事件也结束了。乔纳森和他的团队肃然起敬，心中充满感激和敬畏。他们直面未知，直面古老的神灵，并成功完成了他们的探索。他们尊重了图坦卡蒙及其家族的遗产，并在此过程中对过去的力量和神秘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当他们离开墓穴时，第一道曙光从地平线升起，他们知道这次旅程永远改变了他们。他们见证了古代魔法的力量，感受到了早已逝去的灵魂的存在，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睿智，也更加尊重生者与死者之间微妙的平衡。他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还有许多谜团有待揭开，许多秘密埋藏在时间的长河中。但他们已经做好准备，用他们获得的知识和经验武装自己。他们将继续他们的探索，尊重过去，为子孙后代保留其遗产。当他们回头望向图坦卡蒙墓穴入口时，发现墓穴正沐浴在朝阳的金色光芒中，他们感到了成就感和满足感。他们解开了诅咒，让远古的神灵恢复了平静，并对考古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帝王谷隐藏着更多的秘密，乔纳森和他的团队决心揭开这些秘密，让过去重见天日，并向前人留下的遗产致敬。第4章，公主的困扰。第1部分，公主的灵魂。埃及沙漠的酷热已经消散，凉爽的夜色笼罩了整个沙漠和岩石。满月的银色光芒笼罩着广阔的沙漠和岩石，投下诡异的阴影，随着往昔的低语而舞动。乔纳森·里弗斯博士和他的考古学家团队坐在帝王谷外围的临时营地里，空气中弥漫着他们最近发现的紧张气氛。他们成功解开了自图坦卡蒙墓穴被打开以来一直困扰着他们的古老诅咒的一部分。儿童木乃伊已经回到了他们父亲的安息之地，闹鬼现象也已消退，但不安感仍然挥之不去。乔纳森知道他们的旅程还远未结束，还有一个灵魂需要他们关注，图坦卡蒙心爱的王后安克赫纳蒙的灵魂。乔纳森坐在一张木桌旁，周围摆满了古书和地图，他脑子里思绪万千，试图将诅咒的残篇拼凑起来。灯笼闪烁的灯光在帐篷的帆布墙上投下长长的影子，营造出一种近乎空灵的氛围。夜晚一片寂静，只有沙漠风偶尔发出沙沙声。乔纳森，你觉得女王的心还不安稳吗？古语言专家艾米丽·卡特坐在桌边问道，她的眼睛里满是担忧，反映出他们处境的严重性。乔纳森从笔记中抬起头，皱着眉头沉思。我相信，艾米丽，我们已经解决了孩子们的问题，但安克赫塞纳蒙的灵魂仍然与这个世界紧密相连。诅咒是为了保护整个家族，他的痛苦很可能与他与图坦卡蒙的分离有关。设备专家戴维·福斯特走进帐篷，手里拿着一叠他们最近探险时拍摄的新照片。你们可能想看看这些，他一边说，一边把照片摊在桌子上。照片展示了图坦卡蒙陵墓的内部，重点是装饰精美的墙壁和他们发现的各种文物。
乔纳森的目光被一张照片吸引住了，这是一幅描绘安克赫纳蒙的壁画的特写。他的目光似乎跟随着他，充满了超越时间的悲伤。他想和我们沟通，乔纳森低声说，目光紧盯着照片，我们需要理解他想要表达的意思。艾米丽点点头，表情坚决，我们应该先检查一下与他有关的铭文和文物，肯定有什么我们忽略了的。团队花了几个小时仔细检查他们的笔记和文物，他们将墓穴墙壁上的铭文与他们带来的古代文献进行了比较。艾米丽翻译了象形文字，她对古埃及语的熟练掌握非常宝贵。随着夜幕降临，一种紧迫感笼罩着整个团队。灯笼在文本和文物上投下温暖的光芒，但气温似乎下降了，一股寒意笼罩着营地。空气变得沉重，一片不自然的寂静降临，只有纸张的沙沙声和偶尔的风声打破了寂静。突然，帐篷的门帘猛烈地沙沙作响，仿佛被一阵狂风吹过。灯笼的火苗摇曳不定，投下诡异的阴影，仿佛它们有生命一样移动。乔纳森和艾米丽交换着担忧的眼神，他们的心同时砰砰跳动。你感觉到了吗？艾米丽低声问道，声音颤抖着。乔纳森点点头，目光扫视着房间。是的，是他，安克塞纳蒙的灵魂就在这里。气温持续下降，营地里传来一阵微弱的哀嚎，这声音令人心神不宁，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悲伤，让人不寒而栗。队员们挤在一起，恐惧之情溢于言表，试图理解这一现象。安克赫塞纳蒙，乔纳森大声喊道，尽管心中充满恐惧，但他的声音依然平静。我们听到了你的声音，我们想帮助你，请告诉我们你需要什么。哀嚎声越来越大，越来越急促，帐篷墙上的阴影似乎在移动和旋转，呈现出难以解释的形状。队员们屏住呼吸，等待回应。然后它出现了，帐篷中央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她半透明的身躯散发着淡淡的、超凡脱俗的光芒。她穿着古埃及王后的传统服饰，长发上点缀着复杂的辫子和宝石饰品。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深深的悲伤，紧紧地盯着乔纳森。安克赫塞纳蒙，乔纳森低声说道，声音几乎像耳语一样。女王的灵魂在他们面前盘旋，她的存在既令人敬畏又令人恐惧。她举起手指向桌上的照片，墙上的那幅画描绘了她的肖像。把我送回她身边，她说道，声音回荡着令人难忘的旋律，只有这样我才能找到平静。艾米丽向前走去，她的恐惧被决心所取代。我们会的，安克赫塞纳蒙，我们将竭尽全力让你和图坦卡蒙团聚。幽灵的目光变得柔和，一瞬间，他眼中的悲伤似乎消失了。他点了点头，身影闪闪发光，然后慢慢消失在黑暗中。队员们惊呆地站在那里，沉默不语。他们意识到了这次遭遇的现实。乔纳森感到决心大增。他们现在有了明确的指示，让安克赫塞纳蒙的灵魂与图坦卡蒙重聚。但怎么做呢？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他的葬礼，以及他与图坦卡蒙有什么关系。乔纳森思绪万千地说，历史记录和陵墓本身一定有线索。艾米丽点点头，已经伸手去拿他的笔记了。我先检查一下与他的葬礼有关的铭文，肯定有什么我们遗漏了的。大卫仍对这次遭遇感到震惊，他收拾好设备，我会再看一遍照片，看看是否有任何突出的地方。团队通宵工作，重新树立了目标。安克赫塞纳蒙的灵魂给了他们明确的目标，但实现目标的道路却充满不确定性。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开始出现，金色光芒洒满沙漠时，艾米丽终于有所突破。她一直在研究一块古老石碑碎片上的一系列象形文字，由于缺乏睡眠，她的眼睛红红的。乔纳森，看看这个，他兴奋地说道，这些铭文详细记载了一场仪式，旨在让皇室夫妇的灵魂在来世重聚。这非常复杂，但我认为这可能正是我们需要的。乔纳森俯身看着石碑，眼睛扫视着古老的文字。
所描述的仪式确实很复杂，包括一系列的祈祷、祭祀和象征性的动作，旨在引导灵魂进入永恒的安息。就这样了，乔纳森说道，语气中充满了决心。我们必须进行这个仪式，这是我们帮助安克赫纳蒙找到安宁的最好机会。团队花了几天时间为仪式做准备，他们收集了必要的材料、圣油、香火以及食物和饮料。他们排练祈祷，确保每个词都说得正确，每个动作都准确无误。仪式当晚，团队聚集在图坦卡蒙墓的墓室里，空气中弥漫着期待的气氛，充满了使命感。闪烁的火炬光在墙壁上投下长长的阴影，空气中弥漫着香火的气味。乔纳森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手里拿着写着仪式指示的古老石碑。艾米丽和大卫站在他两侧，表情坚定。其余队员围着石棺围成一圈，目光紧盯着乔纳森。他以一连串的祈祷开始了仪式，声音平稳清晰。古老的话语从他的嘴唇中流淌出来，祈求诸神的指引和保护。团队也加入进来，他们的声音和谐地唱着，回荡在房间里，令人难以忘怀。他们献上祭品，虔诚地将它们放在石棺前。空气变得温暖起来，一股微风吹过墓室，带来一种平静的感觉。团队可以感觉到灵魂的存在，他们在注视着，在等待着。随着仪式的进行，乔纳森祈求诸神让图坦卡蒙和安克赫纳蒙的灵魂团聚。他谈到了他们的爱情，他们持久的纽带，以及他们对永恒和平的渴望。房间里似乎闪耀着柔和的金色光芒，气氛充满了超凡脱俗的能量。仪式的最后一句话说完，队员们屏住呼吸，等待着一个信号。空气静止，密室寂静，唯一的声音是他们的心跳声。然后，图坦卡蒙和安克赫纳蒙的身影缓缓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的身影闪耀着光芒。他们手牵手站着，眼神里充满了深深的平静和感激。谢谢你，安克赫纳蒙说道，他的声音轻柔地回荡在房间里，你让我们团聚了，我们现在可以安息了。灵魂开始消散，他们的身影融入金色光芒之中，房间变得越来越温暖，平静的感觉铺天盖地。团队肃然起敬，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成就感和敬畏之情。当灵魂消失时，金色光芒仍然存在，为陵墓投下温暖的光芒。团队知道他们成功了，他们帮助安克赫纳蒙和图坦卡蒙找到了永恒的安息之地。乔纳森心中涌起一股自豪和感激，他们直面未知，直面古老的神灵，并最终取得胜利。他们尊重了图坦卡蒙及其家族的遗产，并在此过程中对过去的力量和神秘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公主的困扰已经结束，但探索之旅还远未结束。帝王谷仍隐藏着许多秘密，乔纳森和他的团队决心揭开这些秘密，让历史重见天日，并纪念那些先贤留下的遗产。当他们离开墓穴时，第一道曙光从地平线升起，他们知道这次旅程永远改变了他们。他们见证了古代魔法的力量，感受到了早已逝去的灵魂的存在，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睿智，也更加尊重生者与死者之间微妙的平衡。他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还有许多谜团有待揭开，许多秘密埋藏在时间的长河中。但他们已经做好准备，用他们获得的知识和经验武装自己。他们将继续他们的探索，尊重过去，为子孙后代保留其遗产。当他们回头望向图坦卡蒙墓穴入口时，发现墓穴正沐浴在朝阳的金色光芒中，他们感到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他们让灵魂重新团结起来，让先祖的灵魂恢复了平静，并对考古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帝王谷隐藏着更多的秘密，乔纳森和他的团队决心揭开这些秘密，让过去重见天日，并向前人留下的遗产致敬。第4章，公主的困扰，第2部分，安抚灵魂的努力。在与安克赫纳蒙的灵魂初次接触后的几天里，忙碌而紧张。乔纳森·里弗斯博士和他的团队知道，承认女王的存在是他们迈出的重要一步，但他们的任务还远未完成。
让安克赫纳蒙与他心爱的图坦卡蒙团聚只是开始。他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安抚他的灵魂，并确保永远停止闹鬼。乔纳森坐在大本营的书桌前，身边是古代文献、现代笔记本和越来越多的文物收藏。营地里一片忙碌，团队的每个成员都专注于各自的任务。语言学家艾米丽·卡特正在专心翻译更多的象形文字。他们的设备专家大卫·福斯特正在检查陵墓墙壁的照片和扫描件，寻找任何被忽略的细节。其余团队成员则忙于编目和分析发现。当乔纳森仔细研究历史记录时，帐篷木框上传来一阵敲击声，将他拉回现实。来者是萨拉·威廉姆斯博士，一位古埃及仪式专家，也是他们团队的新成员。他的见解已被证明是无价之宝。乔纳森，我想我找到了一些可以帮上忙的东西，莎拉说道，手里拿着一卷看起来比他们之前发现的任何东西都古老的卷轴。乔纳森的眼睛里闪烁着兴趣，你得到了什么？这份卷轴详细记载了一系列专门用于安抚不安灵魂的仪式和祭品，它比我们迄今为止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更全面，他解释道，小心翼翼地展开了精致的羊皮纸，他甚至提到了对皇家灵魂的具体祈祷，这可能正是我们为安克赫塞纳蒙所需要的。乔纳森亲身检查着这些古文字，这可能是关键。我们必须确保每个细节都正确无误，如果我们错过哪怕一步，事情都可能变得更糟。莎拉点点头，表情严肃，我已经开始翻译了，但翻译起来很复杂，我们需要艾米丽的专业知识来确保准确性。乔纳森叫艾米丽过来，三人很快就全神贯注于翻译和解读卷轴的复杂任务。帐篷里弥漫着古老羊皮纸的气味，他们按照古老的指示书写时发出的潦草的声音也弥漫在帐篷里。团队为仪式做准备的时间从几个小时变成了几天，整个过程非常细致，需要特定的材料，其中许多材料很难找到。他们需要符合卷轴描述的稀有油、香和祭品，每件物品都必须是真品，因为现代替代品是不够的。大卫和其他几名团队成员前往附近的城镇和市场寻找必需品，他们设法找到了大部分所需物品，但有些物品必须由仍采用传统方法的当地工匠定制。当地工匠对团队的任务很感兴趣，他们的兴趣被古老的诅咒和皇家灵魂的故事所激起。随着最后的准备工作完成，营地里弥漫着明显的期待感。仪式将在午夜满月时举行，古埃及人认为此时的灵性能量最强。仪式地点选在帝王谷附近一个僻静的地方，远离窥探和现代的干扰。仪式之夜到来，团队聚集在现场，他们的呼吸在凉爽的沙漠空气中清晰可见。他们搭建了一个临时祭坛，上面摆满了祭品，并点亮了闪烁的火把。月亮高高挂在天空中，为沙漠景观投下银色的光芒。乔纳森站在最前面，手里拿着翻译好的卷轴，他感到自己肩上负有重任。这次仪式是他们安抚安克赫纳蒙灵魂，给这位古老女王带来安宁的最后希望。我们准备好了吗？他问道，声音稳定，但充满紧张。团队成员点点头，脸上流露出坚定与担忧的混合表情。艾米丽和莎拉站在乔纳森的两侧，准备协助祈祷，确保每一步都准确无误。乔纳森深吸一口气，开始仪式。他首先念了一系列咒语，祈求古埃及诸神保佑他们的事业。他的声音回荡在寂静的夜空中，每个字都念得清清楚楚，每个动作都深思熟虑。队员们也加入进来，他们的声音形成和谐的口号，与沙漠的寂静产生共鸣。空气中似乎充满了能量，火把闪烁着，仿佛在回应他们的请求。仪式进行时，乔纳森逐一献上祭品。他们将圣油、香和食物放在祭坛上，每件物品都经过精心准备，并根据其象征意义进行挑选。焚香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与凉爽的夜风交织在一起。艾米丽走上前来，背诵一段古老的祷文，尽管任务艰巨，但她的声音却始终坚定。
他呼唤安克赫纳蒙的灵魂，恳求他接受他们的祭品，找到安宁。这些话语以近乎音乐般的节奏流淌，像咒语一样在夜空中回荡。周围的温度似乎进一步下降，祭坛上开始散发出微弱的光芒。队员们互相交换了警惕的眼神，但继续进行仪式，他们的决心没有动摇。莎拉接过祭品，按照卷轴上描述的一系列复杂的手势进行祭祀。这些手势旨在引导灵魂走向祭品，并确保它被接受。他的手动作熟练而精准，每个动作都深思熟虑、优雅。乔纳森感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刺痛的感觉，仿佛现实的结构正在他们周围移动。他继续祈祷，声音随着每个字而变得更响亮。他们即将迎来仪式的高潮，到那时，他们就会知道他们的努力是否成功。图坦卡蒙的挚爱王后安克赫纳蒙，请听我们的恳求！乔纳森大声呼喊，声音中带着一种迫切感。我们向您献上这些礼物，象征着我们对您的尊重和对您和平的渴望。请接受它们，让您的灵魂得到安息。祭坛周围的光芒愈发强烈，队伍感到一股能量波席卷而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切实的存在，他们能感觉到安克赫纳蒙的灵魂正在靠近。一声轻柔而悲哀的哀嚎回荡在沙漠中，和他们初次相遇时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火把剧烈闪烁，投射出舞动的阴影，仿佛他们有了自己的生命。然后他出现了，安克赫纳蒙的灵魂在他们面前显现，他的身影比以前更加清晰明亮。他盘旋在祭坛上方，双眼紧盯着祭品。团队屏住呼吸，心脏同步跳动。安克赫塞纳蒙，乔纳森说道，他的声音因敬畏而颤抖。我们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做了，请接受我们的供奉，找到安宁。女王的灵魂凝视着祭品，表情难以捉摸。她伸出手，透明的手抚摸着每一件祭品，仿佛在检验它们的真实性。团队默默地注视着，他们的命运悬而未决。仿佛过了很久，安克赫纳蒙的表情才缓和下来。他看着乔纳森，眼中满是感激和一丝悲伤。谢谢，他轻声说道，声音轻柔，轻柔地拂过他们的耳朵。你们的努力感动了我的心，我会接受你们的奉献。女王的灵魂开始散发出更明亮的光芒，她的身影也变得更加飘渺。祭坛上的祭品似乎闪闪发光，它们的精华与女王的灵魂融为一体。空气变得温暖起来，一种深沉的平静感笼罩着整个团队。愿你找到你所寻求的平静，安克赫纳蒙，乔纳森说道，他的声音充满了崇敬。女王的灵魂点了点头，她的身影慢慢消失在夜色中，光芒渐渐消散，火把又恢复了稳定的闪烁。沙漠再次恢复了寂静，但和平的感觉依然存在。团队静静地站着，心中充满了成就感。他们安抚了安克赫纳蒙的灵魂，缅怀了他，并带给他长久以来寻求的平静。当他们返回营地时，乔纳森感到一种深深的满足感。他们直面未知，取得了胜利，他们的努力源于对过去的尊重和敬畏。公主的困扰已经结束，但他们的探索之旅仍在继续。第二天早上，团队聚在一起讨论昨晚发生的事情。气氛轻松多了，几周以来的紧张气氛被一种情谊和成就感所取代。我们做到了，艾米丽脸上绽放出笑容，我们真的做到了。莎拉点点头，眼中闪烁着自豪的光芒。感谢你们所有人，安克赫纳蒙的灵魂终于找到了安息。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大卫仍然对他在仪式中拍摄的照片感到惊叹，他补充道，这些照片对于我们的记录来说非常宝贵，他们捕捉到了我们所有人感受到的能量和存在感。乔纳森环顾着他的团队，心中充满感激，这是团队的努力。我们向安克赫纳蒙和图坦卡蒙致敬，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古代仪式的力量，以及我们必须向这些古代神灵表达的敬意。团队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记录了他们的发现，确保他们的经历和所获得的知识能够为子孙后代保留下来。他们知道他们的工作将对考古学领域产生持久的影响。
揭示过去的奥秘以及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强大联系。当他们收拾行装，准备离开帝王谷时，乔纳森最后看了一眼图坦卡蒙的陵墓。他与古代法老及其家人之间有着深深的联系，这种纽带是通过他们共同的旅程建立起来的。闹鬼事件结束了，但他们学到的教训将永远伴随着他们。他们见证了爱的力量、古老诅咒的力量以及尊重历史的重要性。他们的旅程改变了他们，他们已经准备好继续他们的探索，带着新获得的知识和对古代世界的尊重。当他们离开帝王谷时，地平线上出现了第一道曙光，他们知道他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还有许多秘密需要揭开，许多谜团需要解决，但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团结一致，共同探索的热情驱使他们前进。当他们回头望向图坦卡蒙墓穴入口时，发现墓穴正沐浴在朝阳的金色光芒中，他们感到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他们安抚了亡灵，缅怀了过去，并对考古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帝王谷还隐藏着许多秘密，乔纳森和他的团队决心揭开这些秘密，让历史重见天日，并纪念先辈留下的遗产。他们的旅程还远未结束，但他们已准备好面对未来的任何挑战，并以他们所获得的智慧和经验为指导。第5章：恐怖博物馆。第1部分：木乃伊的黑暗力量。图坦卡蒙墓中的文物被大张旗鼓地转移到开罗的大埃及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是一座现代建筑奇迹，旨在收藏和保存埃及古代宝藏。博物馆专门为这位年轻的法老和他的家人设立了一整间展厅。这一部分预计将吸引数百万游客，他们渴望近距离观看这些传奇文物。当最后一件文物被小心地放置在新家时，乔纳森·里弗斯博士和他的团队感到一阵欣慰和自豪。他们为将这些历史遗迹公之于众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安心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发现将会被保存下来并受到重视。然而，胜利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从木乃伊搬进博物馆的那一刻起，奇怪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起初，这些事件并不严重，闪烁的灯光、突然吹来的冷风，以及被人注视的不安感。工作人员将这些事件归因于建筑物广泛的电子系统或新结构的自然沉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和更加危险。事情从孩子们开始。学校团体是新展览的首批参观者，许多小学生都被图坦卡蒙女儿的木乃伊所吸引。这些木乃伊又小又脆弱，与他们的父亲一起被放在玻璃柜里。孩子们对古埃及的故事着迷，紧紧地贴在玻璃上，脸上洋溢着好奇和惊奇。一天，一位老师注意到一个小男孩艾哈迈德站在装有小公主木乃伊的盒子前，呆若木鸡。他脸色苍白，眼睛睁得大大的，满脸惊恐。老师叫他的名字，但他没有回应。当老师摸他的肩膀时，他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艾哈迈德被紧急送往医院，医生没有发现他有任何身体问题。几个小时后，他醒来，身体虚弱，皮肤冰冷。他记不起发生了什么，只记得他感到一种压倒性的存在，一种似乎渗入他内心的黑暗。随着事件的传开，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报告奇怪的经历。他们感觉好像木乃伊的眼睛跟着他们，听到用古代语言低语，看到眼角有阴影一闪而过。又有几个孩子在参观展览后晕倒或生病，每一个案例都和上一个一样令人困惑和震惊。乔纳森一直留在博物馆，确保这些文物得到妥善保管。他对这些报道深感不安。他知道这些木乃伊不仅仅是历史遗迹，它们还承载着古老的诅咒和强大而不安的灵魂。他召集博物馆馆长纳迪亚·哈桑博士及其团队的其他成员召开紧急会议。当他们聚集在俯瞰展览的会议室时，气氛十分紧张。我们不能忽视正在发生的事情，乔纳森语气严肃地说道，这些事件发生的太频繁，太具体了，不可能只是巧合。妈妈们正在施加某种影响，而对孩子们的影响最大。
哈桑医生是一个务实的女人，在这个领域有多年的经验。她慢慢地点了点头。我查看了监控录像，也和工作人员谈过了。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但我不能忽视摆在我们面前的证据。我们需要采取行动。艾米丽·卡特曾参与翻译这些古代文献，她轻身向前。我们需要考虑公主的灵魂可能并未安息，他们可能对与安克赫纳蒙和图坦卡蒙的分离有所反应，也可能在寻找我们尚未发现的东西。设备专家戴维·福斯特补充道，我们需要确保展览的安全，并进行彻底调查。如果有超自然力量在作怪，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理解它们，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消除它们。团队商定了一项行动计划，他们将暂时关闭展览，并设置监控设备以捕捉任何异常情况。他们还将咨询古代诅咒和超自然现象方面的专家，希望找到既能保护文物又能保护博物馆参观者的解决方案。夜幕降临，博物馆里人去楼空，只剩下团队和少数安保人员。他们迅速行动，在展品周围设置了摄像头、运动传感器和热成像设备。他们还放置了灵敏的音频设备，以捕捉可能发生的任何奇怪声音。乔纳森走过光线昏暗的大厅时，感到一阵寒意。玻璃柜在人造灯光下闪着诡异的光芒。木乃伊静静地躺在里面，他们的脸被层层的亚麻布和千年的流逝所遮蔽。然而，他能感觉到一种存在，一种似乎从古代遗迹中散发出来的警惕意识。午夜时分，团队聚集在控制室，观看摄像机的实时画面。有一段时间，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大厅里一片寂静，案件没有受到干扰。随后，展品中的温度开始下降。热像仪记录到突然间异常寒冷的现象，以公主木乃伊为中心。音频设备接收到微弱的低语声，声音模糊，但确实存在。乔纳森身体前倾，双眼紧盯着屏幕，看看热读数，好像热量正在从那个区域被吸走。艾米丽脸色苍白地点点头，听听那些低语，这不仅仅是环境噪音，有东西或者有人试图交流。大卫调整了音量，试图隔离声音。这时，扬声器里传出了一声响亮而悲哀的哀嚎，吓了房间里的所有人一跳。那到底是什么？哈桑医生惊恐地睁大了眼睛。还没等任何人回答，运动传感器就触发了警报。摄像头拍到了一个黑影穿过大厅，经过了箱子。这个身影似乎是由黑暗本身构成的，像烟雾一样移动和流动。乔纳森感到额头冒出了冷汗，那不是人类。他低声说，那是幽灵。那人影朝小公主的箱子走去，身形越来越清晰。他伸出手，手穿过玻璃，仿佛它并不存在。里面的木乃伊开始发出微弱的光芒，脉动的光芒每一秒都变得更强。我们需要做点什么，大卫急切地说，我们不能只是坐在这里看着。乔纳森点点头，脑子飞快运转，我们需要进行一个遏制仪式。在我们找到释放灵魂的正确方法之前，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控制灵魂的仪式。艾米丽迅速拿出他们带来的一本古代咒语书，她翻阅着，手指颤抖着。她指着其中一段说，这个应该有用。这是一种束缚咒，用来将灵魂限制在指定区域内。团队匆忙赶往展览，他们的呼吸在寒冷的空气中清晰可见。乔纳森从艾米丽手中接过书，开始吟诵古老的文字，尽管内心充满恐惧，但他的声音却很稳定。艾米丽和大卫也加入进来，他们的声音融合成和谐的咒语。当他们吟唱时，那个黑影转向他们，眼睛里闪烁着诡异的光芒。他发出一声哀嚎，绝望而愤怒的声音回荡在大厅里。乔纳森克服恐惧，集中精力念诵咒语。他们周围的空气似乎变得浓重起来，阴影也越来越深。那个身影向前走去，但队员们继续念诵咒语，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力。木乃伊棺材周围开始形成一道光障，闪闪发光，能量脉动。人影向后退去，碰到光障时，身影闪烁。继续前进，
乔纳森喊道：“我们快到了！”那道身影发出了最后的痛苦尖叫，然后消失在空气中，只留下一丝寒意。屏障凝固，将木乃伊包裹在一道保护性的光芒中。队员们放下双手，呼吸急促。他们成功控制住了幽灵，但他们知道这只是暂时的解决办法。我们需要弄清楚他想要什么。艾米丽声音颤抖地说：“我们不能永远把他关在里面。”乔纳森点头，同意。我们需要深入了解这些木乃伊的历史，了解他们与诅咒的联系，并找到永久安抚他们的方法。团队花了整晚时间查看录像，并分析收集的数据。他们联系了古代诅咒和超自然现象方面的专家，希望收集更多信息和见解。破晓时分，他们终于休息了一会儿，虽然精疲力尽，但决心坚定。他们知道自己面对的不是自己能理解的力量，但他们决心找到解决办法。博物馆参观者的安全和古代文物的神圣性都取决于此。第二天，博物馆仍然对公众关闭。哈桑博士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解释说他们正在进行重要研究，需要确保展品的安全。他向公众保证，博物馆将很快重新开放，但私下里，他知道他们正在与时间赛跑。乔纳森和他的团队继续研究，深入研究历史记录，咨询专家，并分析前一晚的数据。他们发现了更多关于古埃及仪式和习俗的细节，寻找任何可以帮助他们了解黑暗力量的线索。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开始拼凑出一个理论：图坦卡蒙女儿的灵魂不仅仅是不安分，他们还被一个强大的诅咒所束缚。这个诅咒是为了在来世保护他们。然而，诅咒却因木乃伊的挖掘和随后的分离而被打破。他们所见证的黑暗力量是诅咒保护本质的表现，是对新环境中感知到的威胁做出的反应。这些灵魂并非生来就是恶毒的，但他们被一种古老而顽强的力量驱使着，要保护自己。为了打破诅咒并释放灵魂，团队意识到他们需要执行一个复杂的仪式。这不仅需要他们的知识和专业技能，还需要对他们所处理的古老传统的深深尊重。在准备仪式时，他们知道他们面临着迄今为止最大的挑战。木乃伊的黑暗力量非常强大，但他们决心坚持到底。他们会尊敬古代法老，保护生者，并希望给不安的灵魂带来安宁。仪式当晚，博物馆一片忙碌。团队设置了必要的设备，收集了所需的材料，并排练了咒语。他们知道仪式不能出错，必须完美无缺。午夜将至，他们聚集在展厅，心中充满了即将要做的事情的沉重。他们各就各位，目光交汇，默默地表达着决心。乔纳森开始念咒，他的声音沉稳而威严。艾米丽和大卫也加入进来，他们的声音和谐地唱出有力的咒语。随着仪式的进行，空气中的能量越来越浓，温度也下降了。木乃伊再次开始发光，保护屏障在他们周围闪闪发光。团队将所有精力集中在仪式上，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木乃伊体内的黑暗力量涌动，灵魂化作阴影。但这一次，他们并没有前进，而是似乎在倾听，被那些古老的话语所吸引。当仪式进入高潮时，乔纳森举起一把仪式匕首，匕首的刀刃上刻有古代符号。他最后用力吟唱，将匕首插入地面，象征性地打破了诅咒。空气中爆发出光芒和能量，阴影在一道耀眼的闪光中消散。木乃伊的光辉渐渐消散，大厅里只剩下一片宁静。队员们默默地站着，呼吸急促。他们做到了，诅咒被打破了，灵魂得到了安抚。哈桑医生走进大厅，脸上既有释然，又有敬畏。结束了吗？他问道，声音几乎低过耳语。乔纳森点点头，是的，一切都结束了。灵魂们现在都安息了。队员们互相拥抱，心中充满了成就感和解脱感。他们战胜了黑暗，尊重了古老的传统，保护了生者。当他们离开展厅时，地平线上出现了第一道曙光，他们知道自己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他们跨越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鸿沟，给古老的灵魂带来了安宁，确保了博物馆参观者的安全。他们的旅程还远未结束，但他们已准备好面对未来的任何挑战。他们团结一致，在古人智慧的指引下，继续揭开过去的秘密，尊重前人的遗产。第5章：恐怖博物馆第2部分：致命遭遇。大埃及博物馆已成为全球历史爱好者和游客的灯塔。然而，新近揭幕的图坦卡蒙展览的兴奋被怪异事件和无法解释的事件的传言所笼罩。最初的不安很快被彻底的恐惧所取代，因为木乃伊的黑暗力量开始更加激进的显现，导致致命的遭遇给所有目击者留下了永久的印记。第一次致命遭遇发生在一个安静的周二下午。当地一所学校的一群孩子来参观博物馆，大厅里充满了欢声笑语。莱拉也在其中，她是一个聪明又好奇的8岁女孩，对古埃及有着浓厚的兴趣。她对图坦卡蒙女儿的木乃伊特别着迷，它们小巧精致的外形与他们父亲的文物的宏伟形成鲜明对比。当孩子们围在玻璃柜周围时，蕾拉感到一种奇怪的吸引力，想要靠近小公主的妈妈。他无视导游的指示，把手按在玻璃上，他的呼吸使玻璃表面起雾。他的朋友们咯咯笑着，也跟着他，脸贴近玻璃柜。突然，蕾拉感到一股冰冷刺骨的感觉从他的手传到手臂，他喘息着试图挣脱，但他的手似乎粘在了玻璃上。当他看到木乃伊的眼睛微微发光，亚麻布包裹物移动时，他惊恐地睁大了眼睛，仿佛古老的公主从永恒的沉睡中醒来。她的尖叫声响彻云霄，引起了导游和其他孩子的注意。他们冲到她身边，但当他们试图把她拉开时，他们也感到了四肢传来的冰冷。导游设法挣脱，抓住莱拉，用尽全力把她从箱子里拽出来。莱拉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皮肤冰冷苍白。其他孩子吓得往后退，目光在莱拉和已经静止的木乃伊之间来回移动。导游迅速呼救，莱拉被送往医院，昏迷了好几天。此事迅速传开，博物馆工作人员也越来越担心。乔纳森·里弗斯博士和他的团队知道木乃伊的力量正在不断增强，但他们没想到会如此直接而致命的显现。他们加紧研究，希望找到一种方法来遏制黑暗力量，以免更多生命受到威胁。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但闹鬼事件仍不断发生，而且愈发暴力和难以预测。一天晚上，值班保安艾哈迈德正在巡视，突然听到图坦卡蒙展厅传来一阵轻柔悦耳的嗡嗡声。他好奇地顺着声音走去，发现声音似乎是从木乃伊箱里发出的。随着他靠近，嗡嗡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烈。艾哈迈德感到一种奇怪的冲动，想靠近一些，他的大脑被催眠般的旋律所笼罩。他伸出手去触摸玻璃，手指颤抖着，手一碰到它，嗡嗡声就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空气变得冰冷，艾哈迈德感到胸口压力增大，呼吸困难。他试图挣脱，但手却被卡住了，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把他牢牢地固定住。老公主的木乃伊开始发光，亚麻包裹物稍稍散开，露出一只干枯的手向他伸出。艾哈迈德惊恐地睁大了眼睛，但他动弹不得，也叫不出声来。木乃伊的手穿过玻璃，瘦骨嶙峋的手指紧紧抓住了他的手腕。一阵剧痛袭遍艾哈迈德全身，他感觉自己的生命力正在流失。他的视线变得模糊，黑暗侵蚀着他的视线边缘。他试图抵抗，但寒冷太过强烈，消耗着他的力量和意志。早上班到来时，他们发现艾哈迈德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皮肤皱巴巴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发出了最后的无声尖叫。这一幕让博物馆工作人员大为震惊，关于致命诅咒的谣言开始像野火一样传播开来。里弗斯博士知道他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木乃伊不仅仅是文物，它们还是一种强大而危险的力量的载体，这种力量正在日益强大。他召集纳迪亚·哈桑博士及其团队的其他成员召开紧急会议，
制定保护博物馆及其游客的计划。我们不能再隐瞒这件事了，哈桑博士满脸忧虑地说道。公众需要知道这件事，我们需要关闭展览，直到我们能够消除威胁为止。乔纳森点点头，同意。我们需要收容木乃伊，并进行更彻底的调查。这超出了我们对诅咒的初步理解，它正在演变，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方法。该团队决定封闭展览并加强安保措施。他们请来了古代诅咒和超自然现象方面的专家，希望找到解决办法。博物馆宣布关闭，并敦促公众在另行通知之前不要进入。尽管采取了更严格的预防措施，木乃伊的黑暗力量仍继续肆虐。一天晚上，一群好奇的青少年偷偷溜进博物馆，希望拍下闹鬼的画面，上传到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他们带着手电筒和相机来到被封锁的展览区，笑声回荡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当他们靠近木乃伊箱时，温度下降了，手电筒也开始闪烁。他们毫不气馁，开始拍摄，兴奋地低声谈论着可能会在网上爆红。突然间，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明显的恐惧感。玻璃柜上起了雾，木乃伊身上开始散发出微弱的幽灵般的光芒。青少年们感到一种压倒性的恐惧感，但他们无法将目光移开。大公主的木乃伊开始动了，亚麻布包裹的木乃伊沙沙作响，仿佛一阵微风吹过密封的木乃伊盒。其中一个名叫萨姆的少年走近了，他的相机对准了这诡异的景象。突然，木乃伊的眼睛突然睁开，发出一种奇异的光芒。玻璃碎了，一阵强风把萨姆吹倒在地。其他青少年尖叫着逃跑，但展览馆的门砰地关上，把他们困在里面。山姆试图爬开，但木乃伊的手伸出来，瘦骨嶙峋的手指缠住了他的脚踝。他感到一阵强烈的寒意，仿佛要烧起来一样。他的尖叫声回荡在大厅里。其他青少年惊恐地看着山姆的身体抽搐，他的生命力在他们眼前消失。当保安人员终于破门而入时，他们发现萨姆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其他青少年则挤在角落里，惊恐万分，哭泣不已。博物馆工作人员知道，他们正在处理一件远远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事情。里弗斯博士和他的团队加倍努力，咨询了所有可用的专家，探索了所有可能的途径。他们知道木乃伊的黑暗力量正在增强，而时间已经不多了。一天晚上，当他们正在研究古代文献并向精神导师请教时，一位不速之客来访。一位身着传统埃及长袍的老人自称是谢赫·阿卜杜勒拉赫曼，是一位著名的精神治疗师和古代诅咒学者。我听说了你的困境，谢赫·阿卜杜勒说道，他的声音平静而坚定。你要对付的这些灵魂不仅仅是被诅咒了，他们还被一种强大而古老的魔法所束缚。要打破这个诅咒，你必须了解它的起源，并举行一个意义重大的仪式。里弗斯博士专心听着谢赫·阿卜杜勒解释诅咒的历史和性质。木乃伊不仅仅是保护咒语的受害者，他们还是守护者，肩负着保卫安息之地和报复那些打扰他的人的重任。为了安抚这些灵魂，你必须对他们表示尊重和敬意，谢赫·阿卜杜勒继续说道。你必须让他们与家人团聚，并举行仪式，让他们的灵魂摆脱尘世的束缚。只有这样，黑暗力量才会被平息，鬼魂才会停止。在谢赫·阿卜杜勒的指导下，团队为仪式做好了准备。他们收集了必要的材料，研究了咒语，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博物馆仍然关闭，公众焦急地等待消息。仪式当晚，团队聚集在展厅，满怀期待。谢赫·阿卜杜勒带领他们完成准备工作，他的出现让紧张的气氛平静下来。午夜将至，他们开始举行仪式，吟诵古老的咒语，向神灵献祭。空气中充满了能量，随着木乃伊盒开始发光，温度也下降了。幽灵再次现身，形态阴暗而模糊，但这一次他们没有发起攻击，而是似乎在倾听，被仪式的力量所吸引。团队继续吟唱，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
木乃伊周围形成一道光障，散发着能量。鬼魂们走近了，眼中充满愤怒和悲伤。乔纳森走上前来，手里拿着一把刻有古代符号的仪式匕首。用这把匕首，我们可以斩断束缚你的枷锁，他语气平静地说道。我们向你致敬，并让你摆脱尘世的束缚。愿你平安离去，愿你的灵魂得到安息。他最后用力吟唱了一声，将匕首刺入地面。空气中爆发出光芒和能量，阴影在耀眼的闪光中消散。木乃伊的光芒消退，大厅里只剩下一片宁静。队员们默默地站着，呼吸急促。他们做到了，诅咒被打破了，灵魂得到了安抚。当他们离开时，展览大厅里，当第一道曙光从地平线升起时，他们知道自己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们跨越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鸿沟，给古老的灵魂带来了安宁，确保了博物馆参观者的安全。他们的旅程还远未结束，但他们已准备好面对未来的任何挑战。他们团结一致，在古人智慧的指引下，继续揭开过去的秘密，尊重前人的遗产。第5章，恐怖博物馆，第3部分，诅咒蔓延。大埃及博物馆已经对公众关闭了1个多月，但图坦卡蒙木乃伊的诅咒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尽管乔纳森·里弗斯博士和他的团队做出了英勇的努力，但邪恶的力量似乎越来越强大，其影响力已经超出了博物馆的范围，蔓延到了周围的城市。开罗的街道上开始回荡着古老复仇的低语，曾经繁华的大都市被日益增长的恐惧所笼罩。一开始只是细微的变化，博物馆周围的温度明显下降，即使是在埃及炎热的夏天。居民们报告说，晚上听到奇怪、诡异的低语，声音说着一种早已被遗忘的语言。宠物和流浪动物避开了该地区，它们的本能感觉到一种人类上无法理解的危险。一天晚上，一小群渴望揭开诅咒秘密的年轻考古学家决定冒险进入这座被封闭的博物馆。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能记录下这些超自然现象，他们可能会找到一种方法来理解并最终解除诅咒。他们带着高科技设备，在好奇心和怀疑心的驱使下，通过一扇隐藏的服务门进入了博物馆。当他们穿过漆黑的大厅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们的手电筒闪烁不定，在古代文物上投下长长的、舞动的影子。他们走得越深，被监视的感觉就越强烈。其中一位名叫萨拉的年轻女子考古学家开始感到一股冰冷的寒意顺着她的脊柱流淌，仿佛有无形的手指在抚摸她的皮肤。在陈列着图坦卡蒙女儿木乃伊的展厅里，空气更加寒冷。这群人架起设备，准备捕捉任何超自然现象的迹象。在他们工作的时候，一束柔和的幽灵般的光芒开始从木乃伊的箱子里散发出来。考古学家们紧张地交换着眼神，他们最初的勇敢在明显的紧张气氛中消失了。突然，玻璃柜开始震动，空气中响起低沉而悲哀的哀嚎。考古学家们吓得目瞪口呆。木乃伊的亚麻布开始散开，年轻公主的幽灵身影浮现出来，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神秘的光芒。幽灵们飘向入侵者，脸上的表情既悲伤又愤怒。莎拉的尖叫声回荡在大厅里，幽灵伸出手穿过她的身体，她感到一阵剧痛，仿佛她的灵魂被撕裂了。其他人试图把她拉开，但幽灵的抓地力太强了。随着最后一声绝望的尖叫，莎拉倒在地上，一命呜呼。剩下的考古学家匆忙逃离博物馆，丢弃了设备，恐慌随之而来。他们气喘吁吁，惊恐万分，冲上街头，四处散播他们所见所闻。随着萨拉的死讯和诅咒的蔓延，这座城市的恐惧变成了彻底的歇斯底里。接下来的几天，一系列越来越离奇和致命的事件接踵而至。在附近的一栋公寓楼里，一位名叫法蒂玛的老妇人在半夜被客厅里拖着脚步的声音惊醒。她以为是小偷，于是抓起手电筒，小心翼翼地朝声音来源处走去。当她走进房间时，她看到了一个幽灵般的身影，
他的眼睛散发着与木乃伊一样的神秘光芒。法蒂玛的尖叫声戛然而止，因为那个身影猛扑而来，冰冷的触感让他僵在原地。第二天早上，邻居们发现了他，他的身体冰冷无力，脸上挂着一张恐怖的面具。类似事件在整个城市发生，每次都比上一次更可怕。人们报告说看到古埃及人的灵魂在街上徘徊，他们悲痛的哀嚎充斥着夜空。乔纳森·里弗斯博士和他的团队已经束手无策了，他们尽了一切努力来遏制诅咒，但显然他们面对的是超出他们理解范围的力量。绝望驱使他们向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寻求帮助，一位名叫莱拉·哈桑的著名灵媒，他以与灵魂世界沟通的能力而闻名。蕾拉带着镇定自信的神情来到博物馆，她的出现是混乱中的希望之光。她在展厅里举行了一场降神会，希望与灵魂接触并了解他们的动机。当她进入恍惚状态时，房间里的温度骤降，木乃伊的幽灵身影再次出现。通过蕾拉，灵魂们诉说着他们的痛苦和对和平的渴望。他们透露，他们的不安源于安息之地的扰乱和与家人的分离。诅咒是一种绝望的保护行为，但它却因古代公主挥之不去的悲伤和愤怒而变得愈发强大。蕾拉理解了他们的困境，她向大家传达了团队让木乃伊团聚并纪念他们的遗产的意图。鬼魂似乎平静下来，他们的光芒略微暗淡。这是一次小小的胜利，但它让乔纳森和他的团队重新有了目标感。他们立即开始工作，准备将木乃伊移至一座新建的神圣陵墓。这座陵墓旨在纪念图坦卡蒙及其家人。这个过程充满危险，因为诅咒的影响仍然存在，但团队坚持了下来，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结束噩梦的唯一机会。当木乃伊被小心翼翼地运送到新的安息之地时，整座城市都屏住了呼吸。街道上一片诡异的寂静，往日的喧嚣被一种焦虑的寂静所取代。最后，木乃伊被安葬在新的坟墓中，并举行了一场强大的仪式来封住诅咒，给不安的灵魂带来安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气温恢复正常，诡异的传闻也逐渐消散。图坦卡蒙女儿们的灵魂终于安息了，他们的悲惨故事深刻地提醒我们爱的力量和扰乱过去的后果。大埃及博物馆重新开放，人们对馆内收藏的古代文物重新产生了敬畏之情。迎接游客的是一块讲述木乃伊和诅咒故事的牌匾，这是图坦卡蒙及其家族留下的不朽遗产的见证。开罗市慢慢恢复了正常，但致命遭遇和蔓延诅咒的记忆将在未来几年内萦绕在居民的脑海中。乔纳森·里弗斯博士和他的团队继续他们的工作，现在对他们所研究的古代灵魂怀有更深的敬意。他们知道过去隐藏着许多秘密，历史和超自然之间的界限往往比他们想象的要模糊。第6章：逃跑和最后的对抗。第1部分：绝望的措施。太阳落入地平线，大埃及博物馆笼罩在一片阴影中。乔纳森·里弗斯博士和他的团队挤在馆长办公室里临时搭建的指挥中心里。过去几周是一段令人痛苦的磨难，充满了无休止的闹鬼、无法解释的现象，以及蔓延整个城市的诅咒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夜幕降临，房间里一片沉闷的寂静，只有他们的设备偶尔发出嗡嗡声。乔纳森用手捋了捋凌乱的头发，脸上写满了疲惫和决心。我们需要一种新方法，他说道，声音因缺乏睡眠而变得嘶哑。到目前为止，我们尝试过的所有方法都只会让灵魂更加愤怒。莱拉哈桑是与古代灵魂沟通的灵媒，他严肃地点点头。图坦卡蒙家族的灵魂被强大的魔法所束缚，要打破诅咒，我们需要了解诅咒的起源，并找到扭转诅咒的方法。博物馆的资深埃及古物学家马哈茂德教授翻阅着他们几天来一直在研究的一堆古代文献和卷轴，我们肯定漏掉了什么，他嘀咕道，需要一些线索，一些仪式来安抚灵魂，结束这场噩梦。随着团队深入研究，蕾拉闭上眼睛开始冥想，希望得到精神世界的指引。房间里的空气越来越冷，
一阵微弱的低语填补了寂静。蕾拉突然睁开双眼，目光专注而专注。我看到了幻象，她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急切。只有让图坦卡蒙家族的木乃伊团聚，并举行一场失传已久的神圣仪式，才能打破诅咒。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找到一件名为马特安卡的古代文物，它是解除诅咒的关键。乔纳森皱起眉头，全神贯注。马特安卡，我读过关于他的文章，据说他是一个象征平衡和正义的强大护身符，但他已经失踪了几个世纪。马哈茂德教授轻身向前，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古老的档案中记载着关于安卡的记载。根据传说，他被藏在帝王谷的一个秘密房间中，只有当时最受信任的牧师才知道这个地方。团队决心一劳永逸地终结诅咒，于是迅速制定了一个计划。他们将前往国王谷，在古代文献和蕾拉的通灵能力的指引下，寻找隐藏的密室。旅途充满危险，但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第二天早上，乔纳森、蕾拉、马哈茂德教授和一组考古学家和安全人员出发前往帝王谷。沙漠景观在他们面前延伸，清晰地提醒着他们时间的流逝和古埃及的悠久遗产。当他们接近山谷时，团队可以感受到历史的重量压在他们身上，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他们心中蔓延。团队以古代文献为指引，穿越山谷迷宫般的通道和隐藏的房间。他们一丝不苟地寻找线索，几个小时变成了几天。尽管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他们的决心依然坚定不移。酷热、险恶的地形和随时被监视的感觉让他们精疲力竭，但他们仍坚持前行，因为他们的任务紧迫。第三天，蕾拉的心灵感应将他们带到了山谷中一个僻静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入口，入口被数百年的沙子和岩石遮蔽。当他们清理入口时，一种期待感弥漫在空气中。就是这个了，隐藏的密室里藏有打破诅咒的钥匙。房间里阴暗而又发霉，充满了古代仪式的遗迹和久违的祈祷声。房间中央立着一个石座，上面安放着马特的安卡。护身符闪着一种超凡脱俗的光芒，其复杂的雕刻和符号散发着力量和古老的智慧。当乔纳森小心翼翼地将安卡从其安放处抬起时，一阵低沉的轰鸣声在房间里回荡。墙壁似乎在脉动着能量，空气因看不见的力量而变得浓厚。小队知道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他们迅速返回地面，马特的安卡安全地落入了他们的手中。回到大埃及博物馆后，团队准备举行最后的仪式。他们把图坦卡蒙家族的木乃伊聚集起来，放在展厅里一个神圣的圆圈里。莱拉手拿马特的安卡，站在圆圈中央，准备举行结束诅咒的仪式。随着仪式的开始，房间变得寒冷，古代幽灵的身影再次出现。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希望和悲伤的光芒，看着蕾拉吟诵着古老的咒语，召唤着安卡的力量。空气中充满了能量，木乃伊开始散发出空灵的光芒。乔纳森和其他人敬畏地看着图坦卡蒙家族的灵魂被吸引到安卡上，他们的身影融合成一道光芒四射的光束。诅咒的沉重负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平静与安宁的感觉。仪式达到了高潮，随着最后一道光芒的出现，灵魂们消失了，他们的漫长旅程终于结束了。木乃伊安息了，他们的灵魂摆脱了诅咒的束缚。马特安卡的使命完成了，他变得暗淡，回到了原来的状态。团队集体松了一口气，他们的磨难终于结束了。他们曾面临难以想象的恐怖，并揭开了古老的秘密，但最终他们取得了胜利。图坦卡蒙的诅咒被打破了，他的家人的灵魂得到了安息。当他们走出展厅时，地平线上出现了第一道曙光，他们知道自己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们跨越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鸿沟，给古老的灵魂带来了安宁，确保了博物馆参观者的安全。他们的旅程还远未结束，但他们已准备好面对未来的任何挑战。他们团结一致，在古人智慧的指引下，
继续揭开过去的秘密，尊重前人的遗产。第6章，逃跑和最后的对抗。第2部分，对抗木乃伊。大埃及博物馆从未显得如此阴森，阴影在月光下舞动，给人一种本来没有动静却又有动静的错觉。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几乎可以触摸到的恐惧感。乔纳森·里弗斯博士、蕾拉·哈桑、马哈茂德教授和他们团队的其他成员站在展厅入口处，呼吸急促，神经紧张。墓穴内，图坦卡蒙家族的木乃伊被优雅地摆放着，令人毛骨悚然。古老的包裹物仍保留着死者的形态。这些木乃伊是诅咒的源头，而这支队伍已经被困扰他们的鬼魂逼到了疯狂的边缘。现在是时候直接面对他们恐惧的源头了。我们准备好了吗？乔纳森问道，声音平稳而低沉。他扫视着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寻找任何犹豫的迹象。没有人表现出任何外在的恐惧，但他们眼中的紧张是显而易见的。蕾拉紧紧抓住马特的十字架，指关节发白。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他说。灵魂与这些身体紧密相连，我们必须举行仪式，让他们的灵魂重新团聚，结束诅咒。队伍齐心协力向前迈进，他们的脚步声在宽敞的大厅里回荡。他们围着木乃伊站成一圈，每个人都以与情况的严肃性相称的庄严态度就位。蕾拉站在中间，高举着马特的安卡，开始念咒语。马哈茂德教授指示道，他的声音几乎像耳语一样。蕾拉闭上眼睛，开始吟诵一种古老的语言，其文字似乎与博物馆的石头产生共鸣。他说话时，周围的空气变得更冷，大厅里充满了低沉的嗡嗡声，仿佛现实的结构被他话语的力量改变了。木乃伊开始动了起来。起初，他们只是轻微的动作，手指抽动，肢体移动。但随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了起来，眼睛里闪烁着不自然的光芒。团队惊恐地看着木乃伊站起来，他们的身体被一种古老而邪恶的力量所驱动。继续念诵，乔纳森催促道，他努力保持冷静，声音却有些颤抖。蕾拉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坚定，他把马特之十字架高高举过头顶。这件圣物发出耀眼的光芒，在房间里投下长长的阴影。木乃伊们向后退缩，他们的动作变得更加古怪和疯狂。空气中弥漫着怪异的哀嚎声，那是上古精灵痛苦而愤怒的哭喊声。气温持续下降，队员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呼吸在空气中化为雾气。突然，一具木乃伊向莱拉扑来，他腐烂的手伸出来抓住了他。乔纳森跳上前去，挥舞着他事先准备好的临时火炬。他向木乃伊挥舞着，火焰使他向后退去。我们必须阻止他们，他喊道。莱拉需要更多时间。小队在蕾拉周围围成一个防御圈，用尽一切工具抵挡木乃伊的进攻。马哈茂德教授挥舞着一根古老的权杖，权杖上的象形文字发出微弱的光芒，仿佛在回应威胁。其他队员用火把、铲子，甚至破碎的文物碎片来抵挡木乃伊。蕾拉的吟唱声越来越大，她的声音在混乱中成为一盏强大的明灯。马特的安卡充满了能量，它的光芒每过一刻都越来越明亮。木乃伊们痛苦地嚎叫着，随着仪式的力量开始发挥作用，他们的身影开始闪烁。一具比其他木乃伊体型更大、更威风的木乃伊突破了防线，他以与古老外表不符的速度向乔纳森扑来。乔纳森躲开了，用尽全力挥舞着火把。火焰烧到了木乃伊的裹尸布上，木乃伊燃起熊熊大火，痛苦地扭动着身体，然后倒下，变成一堆冒烟的火堆。我们快到了，莱拉喊道，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和希望。再等一会儿。木乃伊们毫不留情，随着仪式接近高潮，他们的攻击也愈发疯狂。队员们英勇奋战，但压力也开始显现。他们的皮肤上布满了割伤和淤伤，他们的动作也因疲惫而变得迟缓。最后，蕾拉发出最后的胜利呼喊，完成了咒语。马特的十字架发出耀眼的光芒，一股能量冲击波从中爆发，席卷了整个大厅。
木乃伊们被击退，他们的身体在光芒的照射下倒塌成一堆无生命的碎片。嚎叫声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沉寂。诅咒的压迫感消失了，空气变得温暖起来。队员们惊呆地站在那里，喘息着。一切都结束了，蕾拉低声说道，放下了马特的十字架。他摇摇晃晃地站着，乔纳森冲上前去扶住他。你做到了，他说道，语气中充满了敬畏和欣慰。你打破了诅咒。蕾拉虚弱地点点头，她的力气几乎耗尽，灵魂现在安息了。他们终于可以休息了。队员们围了过来，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和难以置信的表情。他们面对了难以想象的局面，最终取得了胜利。木乃伊们一动不动地躺着，他们的威胁终于消失了。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透过展厅的窗户照进来时，团队走出了展厅。他们的脚步沉重，疲惫不堪，但他们的心里却很轻松，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成功了。图坦卡蒙的诅咒被打破了，他的家人的灵魂得到了自由。乔纳森回头看了看博物馆，他的正面沐浴在朝阳的温暖光芒中。这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古代法老的遗产将继续激励和敬畏，但不再令人心神不宁。这场磨难让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共同经历过恐惧，也共同经历过胜利。他们直面过去的黑暗，走向光明，他们的精神从未被摧毁。他们将继续一起探索历史的奥秘，对古代世界的力量和危险怀有新的敬意。第6章，逃跑和最后的对抗。第3部分，牺牲和胜利。大埃及博物馆虽然现在很安静，但似乎屏住呼吸，等待着这场斗争的最后时刻。这支队伍疲惫不堪，站在倒下的木乃伊中间，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已经到了极限。这场战斗漫长而艰苦，虽然他们设法暂时制服了被诅咒的木乃伊，但诅咒的恶毒能量仍然存在，威胁着要再次唤醒他们刚刚面对的恐怖。乔纳森·里弗斯博士、蕾拉·哈桑、马哈茂德教授和其他人聚集在中央展览馆周围，图坦卡蒙家族的木乃伊就安放于此。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即将终结的感觉。蕾拉手中的马特安卡仍然散发着微弱的光芒，但他的力量正在减弱。他们都知道，需要一个更持久的解决方案来确保诅咒真正被打破。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封住诅咒，乔纳森说，尽管疲惫不堪，但他的声音却很坚定。光靠仪式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确保灵魂得到永恒的安息。马哈茂德教授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脸色苍白，但态度坚定。有一篇古书提到了最后的献祭，将灵魂束缚在来世，防止他们回来。这很危险，但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莱拉抬起头，眼神里流露出坚定与恐惧。这意味着什么？他轻声问道。经文中提到，人们自愿献出生命来弥补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差距。马哈茂德解释道，献祭可以引导生者的能量，引导灵魂安息。当他的话语充满重量时，人群中陷入了沉默。他们走了这么远，战斗了这么久，现在他们中的一个必须做出最大的牺牲来确保他们的胜利。我会做到的，蕾拉说，尽管双手颤抖，但她的声音却很平静。从一开始我就和这个诅咒联系在一起，我有责任坚持到底。不，乔纳森坚定地说道，走上前去，应该由我来。我是这个团队的领导者，这是我的责任。乔纳森，蕾拉轻声说道，你活着还有那么多值得你做的事情，你有一个家人在家乡等着你，让我来做这件事吧。我一生致力于研究这些古代文献，我知道其中的风险，我已经准备好面对他们了。团队成员看着这一切，脸上写满了悲伤和对莱拉勇敢的钦佩。乔纳森很难做出决定，想到失去一位宝贵的同事和朋友，他的心情很沉重。你确定吗？他终于问道，声音几乎接近耳语。蕾拉点点头，嘴角露出一丝悲伤的微笑。是的，这是我的选择，这就是我能做出改变的方式。马哈茂德教授走上前去，眼中闪烁着泪光。谢谢你，蕾拉。
你的牺牲不会白费，我们会确保诅咒被解除，让灵魂得到安息。深吸一口气，蕾拉站在展品中央，紧紧握住马特的十字架。团队的其他成员围成一圈，手拉手，团结一致。马哈茂德教授开始吟诵，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文字的古老力量。莱拉闭上眼睛，集中精力于十字架的能量，感受着它的温暖传遍全身。他也开始吟诵，他的声音与马哈茂德的声音融为一体，形成一曲充满大厅的和谐交响乐。随着仪式的进行，柔和飘渺的光芒笼罩着蕾拉，每一刻都愈发明亮。空气中充满了能量，房间似乎闪闪发光，生者与死者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蕾拉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越来越自信，她将生命之力注入了安卡。木乃伊们又开始活动起来，但这一次他们的动作并不剧烈，相反，他们似乎被光所吸引，他们的身影化作闪闪发光的粒子，在蕾拉周围旋转。房间里的能量越来越强，团队可以感觉到诅咒的力量被吸入了安卡。莱拉的身体开始散发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光芒，随着能量的吞噬，她的身躯变得半透明。随着最后一声有力的吟唱，蕾拉释放了安卡的能量，向大厅发出冲击波。木乃伊的形态完全瓦解，他们的灵魂从诅咒的魔爪中解脱出来。包裹着蕾拉的光芒变得耀眼夺目，随着最后的光芒爆发，它消散了，留下一片诡异的寂静。团队震惊地站在那里，沉默不语，他们因失去朋友和同事而心情沉重。诅咒的沉重负担已经解除，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平静感。空气温暖而宁静，博物馆恢复了往常的安静。乔纳森走上前去，目光紧盯着蕾拉站立的地方。他做到了，他低声说道，语气中充满了敬畏和悲伤。他救了我们所有人。马哈茂德教授将一只手放在乔纳森的肩膀上，表情严肃。他的牺牲将被铭记，他确保了图坦卡蒙家族的灵魂将得到永恒的安息。团队缓缓走出展厅，脚步沉重，满怀疲惫和悲伤。他们走出博物馆时，第一缕曙光从地平线升起，为古老的石头投下温暖的光芒。乔纳森回头望向博物馆，心中充满着悲伤和感激。莱拉的牺牲没有白费，诅咒被打破了，灵魂得到了自由。他们取得了胜利，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队伍聚集在外面，冉冉升起的太阳在他们身后投下长长的影子。他们曾面对难以想象的恐怖，最终取得了胜利。他们在共同经历的磨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蕾拉的牺牲将永远留在他们的记忆中，提醒他们勇气和无私的力量。当他们站在黎明的曙光中时，乔纳森知道他们的工作还远未结束，还有许多谜团需要揭开，许多历史需要探索，许多古老的咒语需要尊重。但现在，他们终于获得了片刻的安宁，可以缅怀他们失去的朋友和取得的胜利。他们将共同继承前人的遗产，发扬他们学到的教训。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为他们的胜利而做出的牺牲。第7章，解决与后果。第1部分，重聚与和平。清晨的阳光照耀着开罗，为这座繁华的城市投下金色的光芒。大埃及博物馆是这个国家丰富历史的纪念碑，但今天，它也是那些面对困扰它的古老诅咒的人的勇气和牺牲的见证。当考古学家和研究人员团队聚集在一起，准备完成旅程的最后一幕时，空气中充满了平静和终结的感觉。乔纳森·里弗斯博士现在肩负着胜利和失败的重担，带领大家穿过博物馆的大厅。图坦卡蒙及其家人的展品经过精心修复，每件文物都精心摆放，以纪念这位法老的遗产。图坦卡蒙、安克赫塞纳蒙和他们2个孩子的木乃伊分别躺在石棺中，终于安息了。当乔纳森走进展览时，他停了下来，花了一点时间思考他们来到这里的过程。与诅咒的斗争非常痛苦，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但最终他们胜利了。这个古老家族的灵魂现在安息了。
马哈茂德教授走到乔纳森身边，脸上露出沉思的表情。一切都结束了，他轻声说道。诅咒解除了，灵魂也安息了。乔纳森点点头，目光凝视着木乃伊们安详的面孔。感谢蕾拉，他回答道，声音中带着一丝悲伤。他做出了最大的牺牲，以确保这份和平。蕾拉临终时的记忆仍然沉重地压在团队的身上。他的勇敢和无私是打破诅咒的关键，他的离去是需要时间才能治愈的伤痛。但当他们站在古代遗迹前时，他们知道他的牺牲没有白费。团队的其他成员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围着展览围成一圈。每个成员都带着身体和精神上的伤痕，但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他们一起面对过去的黑暗，最终取得了胜利。马哈茂德教授开始诵读祷文，他的声音平静而虔诚。这是为逝者祈祷，祈求他们的灵魂在来世得到安息。团队低下头，心中充满悲伤和感激。祈祷结束后，房间里一片寂静。这寂静充满了对古代神灵和蕾拉的敬意，正是他的牺牲才让这一刻成为可能。空气似乎变得轻快起来，仿佛整个氛围都摆脱了诅咒的残留恶意。乔纳森走上前去，将一尊精雕细琢的马特小雕像真理与平衡女神放在图坦卡蒙的石棺脚下。这是他们恢复的平衡的象征，也是对指引他们的古老智慧的致敬。愿你在来世找到安宁。乔纳森轻声对法老和他的家人说道，你的遗产将受到尊敬，你的故事将被铭记。队员们静静地站着，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他们直面超自然现象，直面历史的沉重和古老诅咒的力量。通过这一切，他们发现了自己决心的力量和牢不可破的友谊纽带。当他们转身离开展览时，一种结束感油然而生。博物馆曾经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地方，现在却成了历史和回忆的圣地。图坦卡蒙家族的灵魂终于团聚了，他们的灵魂现在可以安息了。博物馆外，开罗市熙熙攘攘，商业和交谈的日常声音与博物馆的寂静形成鲜明对比。团队走到阳光下，在强光下眨着眼睛。他们经历了一场几乎无人能想象的磨难，但他们最终变得更加强大和团结。马哈茂德教授将一只手放在乔纳森的肩膀上，这是友谊和相互尊重的姿态。我们做到了，他简单地说道。乔纳森点点头，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是的，我们做到了。现在我们将继续前行，尊重过去，保护他的遗产。当他们穿过城市时，团队的每一位成员都感到焕然一新。他们直面黑暗，走向光明，胜利和他们所做出的贡献让他们精神振奋。对乔纳森来说，这次旅程意义深远。他最初是考古探险队的队长，出于好奇心和探索过去的渴望。但他后来成为了历史的守护者，意识到探索和尊重古代世界之间的微妙平衡。莱拉的牺牲将永远是他们故事的一部分，提醒我们面对未知需要勇气和奉献精神。他的精神将永存于他们继续开展的工作中，永存于他们讲述的故事中，永存于那些记得他的人的心中。随着队伍散去，各自前往下一个目的地，乔纳森感到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仍有谜团有待揭开，仍有历史有待探索。但现在他知道，他们能够面对未来的任何挑战，因为他们已经克服了最大的困难。大埃及博物馆是历史和遗产的灯塔，见证了图坦卡蒙及其家族的不朽遗产。在博物馆内，过去的灵魂终于可以安息，他们的故事得以讲述，他们的诅咒得以解除，他们的和平得以保障。太阳在天空中冉冉升起，温暖的光芒笼罩着整个城市。当这支队伍走向未来时，他们带着过去的教训、团结的力量和对未来旅程的持久希望。第7章：解决方案和后果。第2部分：遗产和反思。大埃及博物馆焕发了新的使命感和活力。大厅里曾经充满着令人压抑的恐惧感，现在却充满了游客、学者和学生的喧闹声。他们渴望了解埃及丰富的历史。
曾经笼罩着博物馆的诅咒已被解除，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古代神灵的深深敬意，以及为纪念他们而做出的牺牲。乔纳森·里弗斯博士站在博物馆新翼的入口处，看着一群学生惊叹于图坦卡蒙墓中的文物。展览经过精心策划，不仅展示了宝藏的宏伟，还讲述了这位年轻法老，他心爱的王后安克赫塞纳蒙和他们的孩子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爱、悲剧和一个超越时间和死亡的家庭纽带的持久遗产的故事。乔纳森观察着来访者，不禁回想起他们走到这一步的历程。对抗古老诅咒的斗争令人痛苦，但也带来了变革。它改变了他们看待工作的方式，让他们对工作怀有更深的敬畏和责任感。马哈茂德教授走近，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这太不可思议了，不是吗？博物馆又恢复了生机。乔纳森点点头，这是我们成就的证明。我们不仅保存了历史，也尊重了守护历史的神灵。马哈茂德笑了，并确保莱拉的牺牲没有白费。蕾拉的记忆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提醒人们打破诅咒的勇气和无私。她的遗产在博物馆中永存，不仅存在于展品中，还存在于认识她的人的心中。该团队以他的名义设立了奖学金，致力于支持与他一样充满热情和奉献精神的年轻考古学家。该博物馆还发起了一系列教育项目，旨在让游客了解尊重古代文化的重要性。通过举办研讨会、讲座和互动展览，游客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埃及丰富的历史以及保护其遗产的必要性。当他们参观展览时，乔纳森和马哈茂德与团队的几名成员一起参观。每个人都对这段旅程和学到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对他们来说，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场所，它象征着他们共同的经历和他们在逆境中建立起来的纽带。该团队的首席修复师纳丁·卡特博士在陈列着图坦卡蒙和安克赫纳蒙雕像的展柜前停了下来。每次看到这些雕像，我都会想起他背后的爱情故事。他说，这是一个跨越时代的故事。乔纳森点点头，他提醒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它不仅是为了揭开过去，也是为了保存将我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的人类故事。团队继续前行，穿过展览的各个部分，从镀金战车到精致的珠宝，每件文物都讲述了一段故事。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已和平团聚的皇室木乃伊，他们平静的表情似乎传达出一种感激之情，仿佛承认了人们为纪念他们的遗产所做的努力。马哈茂德教授在木乃伊展台前停了下来，目光停留在孩子们的脸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成为了我们故事的一部分。他说，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死亡以及束缚他们的诅咒，这一切都与我们自己的旅程交织在一起。乔纳森表示同意，这个故事将会继续流传，激励子孙后代尊重和保护我们共同的遗产。一天活动接近尾声时，团队聚集在博物馆的庭院里举行了一个小型仪式。这是一个表彰他们的成就并反思未来之路的时刻。乔纳森走上前来向大家致辞，他的声音承载着他们共同经历的重量。我们面临了巨大的挑战，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开始说道，但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坚持了我们工作的原则，揭露真相，尊重过去，保护前人的遗产。这座博物馆就是对这些原则以及我们团队的坚韧和奉献精神的证明。他环顾同事们的脸庞，每个人脸上都浮现出他们共同经历的旅程。我们了解到，历史不仅仅是文物和日期，它关乎故事、人物和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联系。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让我们带着这些教训前行，确保我们的工作继续尊重和敬重人类丰富的历史。仪式结束时，全体人员默哀，向莱拉和所有为他们的旅程做出贡献的人致敬。当太阳在开罗落下时，团队重新找到了目标。他们直面黑暗，变得更加强大，他们的纽带牢不可破，他们的决心不可动摇。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周里，博物馆蓬勃发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图坦卡蒙的宝藏，了解法老的遗产，
并聆听这支面对古老诅咒的团队的不可思议的故事。教育项目不断扩大，培养了新一代致力于保护埃及遗产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乔纳森满怀成就感地继续工作，他讲课、写论文，指导年轻学者，始终强调尊重和敬畏过去的重要性。他们旅程的故事成为他教学的基石，提醒人们历史的力量以及那些寻求揭示真相的人留下的不朽遗产。马哈茂德教授也找到了新的目标，他与博物馆和大学合作，分享经验，倡导保护文化遗产。他的工作让他走遍了世界各地，但他的心依然留在博物馆和团队里，他们已经成为他的第二个家。纳丁·卡特博士和团队的其他成员继续进行研究和保护工作，始终牢记所学到的经验教训。他们开发了保存文物的新技术，确保后代能够体验埃及过去的奇迹。他们的工作证明了他们的奉献精神以及前人的遗产。随着岁月的流逝，诅咒和球队胜利的故事本身就成为了一个传奇。这个故事在教室、博物馆和篝火旁广为流传，一个关于勇敢、牺牲和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故事。这个故事提醒人们历史的力量以及为子孙后代保存历史的重要性。大埃及博物馆是这一遗产的灯塔，是过去和现在交汇的地方。在这里，人们不仅缅怀历史，而且崇敬历史。在博物馆的围墙内，图坦卡蒙及其家人的灵魂找到了永恒的安息，他们的故事得以讲述，他们的遗产得以纪念。对于乔纳森和他的团队来说，这次旅程意义非凡。他们直面未知，对抗古老的力量，对世界和他们在其中的地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们的故事证明了爱的持久力量、人类精神的韧性以及尊重历史的重要性。因此，当太阳在开罗升起又落下时，博物馆依然生意兴隆，成为图坦卡蒙和揭开其故事的团队留下的遗产的活见证。这一遗产将永垂不朽，激励后代探索历史、尊重历史、保护宝藏。结语：埃及的沙漠永恒不变，在正午刺眼的金色阳光下低语着古老的秘密。这些沙漠见证了帝国的兴衰，见证了法老的辉煌，也隐藏了过去时代的秘密。这些秘密中就包括图坦卡蒙的故事，这位年轻的法老的遗产以既奇妙又可怕的方式与现代世界交织在一起。大埃及博物馆如今已成为坚韧不拔和尊重历史的象征，它傲然屹立在这片永恒的背景之下。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博物馆内漫步，惊叹于尼罗河畔曾经繁荣的文明遗迹。专门展示图坦卡蒙、安克赫塞纳蒙和他们孩子的展览是一大亮点，吸引了那些对法老的生活和曾经困扰博物馆的诅咒故事感到好奇的人。乔纳森·里弗斯博士现已成为埃及学界的知名人物，他静静地站在展览的主展厅里。这些文物经过精心布置，讲述的不只是一位国王的故事，而是一个被爱与悲剧联系在一起的家庭的故事。他的目光停留在团聚的木乃伊明净的脸上，他们的表情终于平静下来。走到这一刻的旅程非常艰辛，充满了危险和牺牲，但它也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在他旁边，马哈茂德·埃尔阿明教授观察着同样的场景，他的想法与乔纳森如出一辙。他们从最初那些兴奋和恐惧的日子中走了很长一段路，在沙地中挖掘出图坦卡蒙的坟墓。曾经笼罩在他们头上的黑暗和险恶的诅咒已被解除，留下了超越学术的教训。他教会了他们尊重、谦逊和历史的力量。自从诅咒被打破后，博物馆便蓬勃发展，成为教育和保护的灯塔。以莱拉的名义设立的奖学金已经帮助了无数年轻的考古学家追求他们的激情，确保他的遗产永远活在追随他脚步的人的心中。他的勇气和牺牲不仅在纪念碑中被铭记，而且在博物馆使命所定义的充满活力的持续工作中也被铭记。一群学生围在一个展柜周围，脸上洋溢着好奇和惊奇。乔纳森微笑着听着导游讲述图坦卡蒙对安克赫塞纳蒙的爱和他们孩子的悲惨命运。
这个故事引起了深深的共鸣，让人想起了跨越千年的人类联系。参观结束后，乔纳森转向马哈茂德：“这太不可思议了，不是吗？这些故事至今仍然吸引着我们，激励着我们。”马哈茂德点点头，这提醒了我们为什么做这项工作。这不仅仅是为了文物，还为了他们所代表的生活和他们教给我们的教训。他们穿过画廊，路过展示这些珍宝保护工作所付出的大量研究和保护努力的展品。诅咒是这项工作的催化剂，驱使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创新和合作。诅咒使他们作为一个团队更加紧密，建立了终生的纽带。在博物馆一个安静的角落，一个新的展览正在筹备中，它献给那些直面诅咒并取得胜利的现代英雄。包括蕾拉在内的团队照片与他们旅途中的文物一起展出。它深刻地提醒人们，他们的发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提醒人们，他们勇敢地度过了最黑暗的时光。太阳渐渐落下，温暖的光芒笼罩着整座城市。乔纳森和马哈茂德来到了博物馆的露台。开罗的景色令人叹为观止，远处还有金字塔。这是一座充满反差的城市，古代与现代在这里共存，形成一幅充满活力的画卷。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件非凡的事，乔纳森轻声说道。我们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确保先我们而来的人的故事被铭记和尊重。马哈茂德笑了，我们已经表明，历史不仅仅是一系列日期和事件，而是人类经验的集合。这些经验继续塑造着我们的世界。旅程的尾声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它标志着新篇章的开始，过去的教训将指导他们未来的努力。博物馆将继续成为学习、发现和敬畏的地方，见证历史的持久力量。夜幕降临，博物馆的灯光照亮了雕像和文物，长长的影子仿佛在寂静中翩翩起舞。图坦卡蒙、安克赫塞纳蒙和他们孩子的灵魂得到了安息，他们的故事得以讲述，他们的遗产得以保护。对于乔纳森、马哈茂德和他们的团队来说，工作将继续下去，他们将继续怀着同样的热情和尊重。正是这种热情和尊重帮助他们度过了最大的挑战。在宁静的夜晚，乔纳森俯瞰着整座城市，向他们来此敬仰和理解的灵魂低声许下承诺。他们的旅程是一次发现和转变的旅程，它将在未来几代继续激励和启发那些走进大埃及博物馆大厅的人们。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播客。如果您喜欢我们对鬼魂、神话生物和都市传说的探索，请与您的朋友分享。不要忘记订阅更多惊心动魄的剧集。下次再见，我亲爱的听众们。